女孩被渣爹后妈算计去相亲，她直接在相亲男面前表演3步一可5步一可，把对方吓得魂飞魄散。看着被自己弄得鸡飞狗跳的相亲现场，她正幸灾乐祸呢，结果却因为不小心笑得太大声，把自己憋晕了过去。志宏，这事儿都怪我，可我都不知道江玲什么时候跟刘强认识的，人家直接找了媒人就来说亲，你马上就要选副厂长了，他爸又是主管这方面的领导，哪怕我再舍不得江玲，也不敢拒绝了他们呀。想着见上一面，就算拒绝也有个交代。谁知道江玲她一点面子都不给你，说了那样过分的话呀。我知道我这个后妈当的不合格，是我对不起江玲，让她觉得委屈了。这不怪你，你为了我们这个家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只能补救。我听说刘强妈有个侄女不想下乡，我已经跟对方说好了，让江玲替她去。本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咱们这么教养她长大，已经仁至义尽了。那真是委屈她，也不知道江玲什么时候能醒。我这一颗心啊，怪难受的。等安南回来，我说什么都得说她，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楠楠也是情到深处情不自禁，咱们当父母的也该体谅，反正都是咱们的孩子，哪一个嫁过去都是一样。是江玲自己名声坏了，安南也是为了补救，他不说感激还骂了安南，就是他的不对。床上的江玲被吵得睁开眼，看着眼前抱头痛哭的中年男女，险些没把隔夜饭吐出来。原主今年18岁，亲妈早死，渣爹不出半个月就将藏了多年的情人接回家里，还带回了同父异母的姐姐和弟弟。原主昨天意外撞见自己的未婚夫和季姐抱得难舍难分，上去就要理论，可季姐不但不害怕，还将他对得哑口无言。最后因为虚弱的身体加上满腔的委屈，原主竟直接一命呜呼了。就在这时，江玲直接就穿了过来。哎，原主的身体也太弱了，不过与其跟一屋子豺狼住一块，整天被算计着卖了换钱，倒不如下乡当知青快活去。我空间里有的是物资，天高皇帝远的，我还怕没好日子过。不过在走之前，可不能便宜了这群人渣。行了，别演戏了，怪恶心的，我下乡。江玲，你这是什么话？我和你爸心疼你，也实在不舍得你。可是，志宏，要不让安南去吧？谁让她是姐姐呢？妹妹做错事，当姐姐的理应给顶了才对。不行，就让江玲去，谁犯的错，谁来解决。既然你答应了，明天就跟我去知青办。下乡是为了建设祖国，是高大上的事儿。你在家闲了2年，也该做点正事儿了。行啊，既然我是为您下乡，那总得给点好处不是？给钱？什么？一听要钱，刘爱玲差点就绷不住了。要啥钱？你们下乡是支援国家建设，国家管吃管喝的，要钱干什么？我有心脏病，吃的喝的不能太差，营养品、钱你们都得给准备好，钱也不用多了，1000块就行了。你怎么不去抢？1000块钱不是拿不出来，可那1000块是他留着给他闺女买工作好，作为嫁妆带进钟家的。万一他们嫁妆少了，被钟家苛待怎么办？江玲看着他似笑非笑，拎起桌底的一根麻绳，直接走了出去。刘爱玲和安志宏百思不得其解，他这是要干嘛？就见江玲踩着板凳，将麻绳往门框上一挂，再打个结，就开始往脖子上套。我不活了，后妈要逼死人了。渣爹想算计女孩嫁人换彩礼，谁料女孩反手直接讹了他1000块。江玲，你干什么？这么多年了，刘爱玲早就幻想过无数次江玲突然病发死亡，然后他们一家4口开开心心过日子的场景，甚至为了让江玲早死，他不止一次的克扣她的药。可偏偏这丫头看着弱的不行，却命硬的很。哎呀，江玲，你这是干什么呀？快下来！就是你爸妈那么心疼你，你这样他们得多心疼啊！有话好好说，就算你不想嫁人钟家的小子也不能这样。你起码要是地下知道了，得多心疼啊！还有你刘阿姨对你那么好，你这样对得起她吗？安志宏是机械厂的主任，左邻右舍都是厂里的人，此时都聚过来看热闹。刘爱玲在外头做的面子功夫可真够好的，我一个前头老婆生的孩子都要自挂东南枝了，外头人还觉得后妈会心疼呢。江玲嘴巴一瘪，眼泪哗哗往外流。我这命苦，从小没有妈，后妈面上心善，为了自己亲。江玲，你下来，你这是在剜我的心啊！只要你别这么祸害自己，你的要求我都答应。说出这话，刘爱玲的心里跟钝刀子割肉差不多了。1000块钱呢？这死丫头怎么说得出口的？真的？我给你，不过500行吗？你也知道咱们家。装可怜的话没落地，江玲又把脖子凑了上去，眼泪也像拧开的水龙头，哗哗的往下流。我命苦，自幼没有亲妈疼爱，营养品没得吃，肚子填不饱，被迫跟哥。江玲，你闭嘴！眼瞅着江玲要将他把他卖给刘强换彩礼的事说出来，安志宏也急了。可几个看热闹的大娘大婶却听得满脑子都是问号。江玲啊，你说的啥？是说我命苦的人生啊，就是有人想拿我换。换什么？给，你先下来。那您快去拿钱，我就搁这儿等着。说着又伸手摸了摸绳子。哎，我瞅着这绳子挺结实，这么粗，这要不小心挂上了，一定能死透了吧？能，你去拿钱。刘爱玲狠狠地瞪了江玲一眼，咬牙去拿钱去了。爸，光有钱没有票也不行啊，给我整点票，少了的话我也不活了，我这身子骨弱啊，要不然我就不去了也行，让安南去吧，他那么孝顺，你肯定会乐意的，我挺舍不得城里的好日子的，有吃有喝的。江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还会威胁人了？给你1000块。江玲，我知道你一直对我这个当后妈的心存不满，但是我也为自己诉一句委屈，我自认为这些年对你不薄，
好吃好喝的养着，现在你非得要下乡，又拿自己的身体来威胁我们要钱。我们当父母的不忍心自己的孩子受委屈，这钱虽是咱家所有的积蓄，为了你我们也拿了，就也希望你以后能懂事一点，不要这样任性了。江玲置若罔闻，直接将钱全部揣进了兜里。钱我就不数了，万一少了，我会再找你要的。安志宏将人领进屋子里，举起胳膊就要往江玲脸上扇，江玲却没避开，捂着胸口惨白着脸往前凑。倪山，说不定一巴掌下来我直接就死了。您这好父亲的名声彻底就留住了，不光给您省下钱和票，还能让你少了很多的麻烦。但是我妈留下来的东西，您也就彻底的见不到了。安志宏的手僵在半空。当年他是入赘进的江家，说好的江秀芳生第二个孩子就姓安，可孩子早产，生下来就有先天性心脏病。江秀芳怕有了老二委屈了江玲，便绝了生二胎的打算。从那时起，安志宏就不待见这个女儿。他活着就提醒着他作为男人所受的耻辱。后来江秀芳意外去世，临死前把遗产藏在哪告诉了江玲。安志宏惦记那笔财产惦记了这么多年，江玲愣是没吐露过一个字。爸爸，您还打吗？不打我就回屋了，我累了，明天还得去报名下乡呢。进了房间，江玲将门窗关好，闪身进了空间。上辈子末世前，他觉醒了空间，变卖房产加上父母留下的钱，囤了海量物资。后来末世来了，他死了，穿越到这70年代，空间和物资也跟着来了。可惜灵泉干涸了，好在干涸之前他囤了一桶，刚好够治好这心脏病。喝下一口灵泉水，他瞬间觉得心口的疼痛消散不少。他正打算找点东西吃，外头传来砰砰的敲门声。江玲，你怎么能这么对爸爸妈妈？爸妈对你多好，你怎么能伤他们的心？既然你是你爹妈的好闺女，那你明天去报名下乡吧，正好全了你的孝心。爹，是你自己得罪了刘家，凭什么我去代替下乡？你下乡是应该的。什么叫我应该？难道不该是你？你别忘了，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原本就可以不下乡，而你作为长女，岁数也到了，是该下乡的那一个。这真的是我认识的江玲吗？怎么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这个渣爹竟然一大早就让后妈给女儿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只因今天是女儿下乡报名的日子，他满心算计，就怕对方临时反悔。吃好了吗？纸巾报名快结束了，我们现在就去。等他俩一走，刘爱玲拉着安南就往江玲的屋里去了，只是翻了好一会儿都没翻到他给江玲的钱和票据。这他能藏哪去？这天气也不可能藏身上啊，1000多块钱呢。您非得给他那么多干什么？现在好了，钱都拿不回来了，这可是给我买工作的钱，真是便宜江玲那个死丫头了。哼，不行，得继续找，反正报了名他不下乡也得下乡，这钱可不能让他拿走了。另一边的江玲跟着安志宏已经出了家属院。玲，我这也是没办法。刘家放出话来，苏城有你没他，有他没你。你爸虽然是机械厂的主任，但是咱们得罪不起刘家，只能让你暂时下乡暂避风头。等过阵子这事儿淡了，爸就把你弄回来。爸，我知道您心疼我，但您知道这时候您最该干什么吗？什么？给钱给票啊！上山下乡建设祖国是件非常光荣的事儿，可我有心脏病，1000块钱可不当啥，不把身子骨养好了，怎么给国家做建设？您说是吧？听着这话，安志宏的火气蹭蹭往上窜。才要去1000，你居然还敢要？你怎么开得了这个口？我为什么不能要？您是我爸，说最心疼我，结果您的钱不打算给最心疼的孩子，合着您嘴巴开开合合的，就是哄我玩呢。说完，江玲便在前头走得飞快。玲，你从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爸也想多给你点钱，但是家里孩子那么多，你身体不好，别走那么快。你姥爷当初留下的东西，你也不能带下乡吧？不如交给爸爸保管，等你过个1年半载回来了，爸爸再还给你，怎么样？不然总是放在外头也不安全，你说对不对？您说的没错，我考虑考虑。您如果多给我准备点东西，说不定我就想通了。老登说的确实对，我有一个现成的空间，当然得把这些东西打包带走啊。很快两人就到了知青办，报名下乡的。紧接着安志宏就拿出一堆单子，跟着知青办的李主任一阵嘀嘀咕咕。这事儿你自愿的？对，下乡我自愿的。李主任虽然不理解，却也没为难。这样的事儿这几年并不少见，只要双方达成协议，他也就给办了手续。哎呦，我肚子不舒服，我去上个茅房，你先填着。嘿嘿。主任，报名表能再给我一张吗？李主任以为他填错了，又给拿了一张。李主任，我们家还有个姐姐，今天没过来，我也一并给报上了。到了年龄没结婚也没工作，还不去下乡？还有下乡的补贴，您能直接给我吗？说句实话，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我懂。现在是76年，愿意下乡的知青越来越少，不少人没理由也要找理由，就是不肯下乡，所以每年下乡的名额总是不够。李主任也正愁着呢。江玲见他这么上道，直接掏出10块钱塞了过去。虽然你们是亲姐妹，但是按照政策不能分1块。不过我跟你讲，东北虽然远了点，但是那边生活条件好，你去那儿准没错。你姐姐嘛，我安排在西南角。李主任，您真是个好人。这是下乡的补偿金，135块钱，这钱你以后可得给你姐，我可是打了凭条的。
您放心，我可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不可能做那样的事儿。这时候安志红走了进来，办好了吗？这钱我已经给你闺女了，没得说下乡补贴还得给爹妈的，这是国家给孩子的。安志红虽然不快，但想到1000块都给了，也不差这100多块，等出去再要过来就是了。两人刚出知青办，安志红就迫不及待要他手里的补贴。江玲，家里才给你1000块，这钱你再拿着不合适吧？你弟弟要上学，你姐也得准备结婚的事儿，方方面面的要用钱。要钱？江玲忽然捂着胸口，脸色惨白，声音凄厉。爸，我都答应您替您领导老婆的娘家侄女下乡了，您竟然连100多块钱的补贴都想要，拿着卖亲闺女的钱养儿子、养妓女，您就不亏心吗？街上的人看到八卦也都凑了过来。这位同志，你这么做就不对了，孩子下乡的补贴你怎么好意思要呢？就是看着人模狗样的，也不像差这点钱的人，怎么这么对待孩子？你还有脸说家里不是刚给你1000块，家里都没钱了，我就问了一句，这100多你就这么不孝顺吗？1000块，各位叔叔阿姨大娘大婶听听，1000块，谁家舍得给闺女1000块去下乡的？而且我家里有后妈继姐继弟的，我连未婚夫都被继姐抢去了，我是那能要来1000块的人吗？看着江玲胡说八道，安志红气得脸都黑了。回头您帮我置办点东西，后天是个好日子，我就下乡去了。我还缺雪花膏、营养品什么的也没买。谁知安志红一听，转身就溜了。呸！什么亲爹，就是一渣男！哼！不过想着来都来了，江玲干脆去商店买了些肉包子和生活用品。下午，江玲直接去了外公的老房子，循着记忆在南墙根的一棵桂花树下刨了一个坑。女孩只是在院子里挖了个坑，竟意外挖出一个古董，原来这是她外公留给她的。江玲往里面掏了掏，却只有一个房本、500块钱和2只实心沉甸甸的大金镯子。就这点东西也值得安志红惦记这么多年？难道是安志红只知道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他低头看了看那青花瓷瓶子，悟了，搞不好最值钱的就是这个瓶子。他没再多想，把东西全都扔进了空间，只留下房本，转身去了苏城的一家屠宰场，找到曹厂长。曹厂长，新华胡同的小院，您还买吗？江玲这次走就不打算回来了，房子他不想留给那一家子人渣，但也不能随便卖，万一卖给个怂蛋，转头跑去跟安志红商量，那他哭都没地方哭。可曹厂长不一样，有钱有胆，不怕安志红，而且当年还追过江玲他妈江秀芳，要不是江家要招赘，后来也没安志红什么事了。见曹厂长不敢置信，江玲连忙启动可怜模式。曹叔叔，我也是没办法才卖的，我马上要下乡了，以后说不定回不来了。这房子与其便宜了别人，我宁愿卖给您，起码你们会好好的对待这房子，也不会亏待了我，您说是不是？你下乡，安志红那个狗东西让你下乡，你不是有心脏病不用下乡的吗？你妈那工作呢？他不给你。唉，别提了。江玲添油加醋把最近的事说了一遍，说到委屈处，眼眶一红。工作早800年前就被他卖给刘家了，我妈的抚恤金我一分没见着，现在我身体不好，钟家嫌弃我，家里那几位也恨不得我赶紧嫁给刘强，现在人我也得罪了，所有人都巴不得我滚蛋，我想着还不如下乡算了。但这院子是我外公和我妈留给我的，我不想便宜他们，想着您家大哥快娶媳妇了，就来找您了。您要是为难不买，我就去问问别人。条子我都写好了，这几天就得走。你想好了，这以后可不能反悔。绝不反悔，但您得给我实在价，比市场价低点没事，太低了我宁愿不卖。我坑谁也不能坑你，走吧，先去我家里拿钱。两人很快就到了曹厂长家里，曹厂长当即就把这事儿和张大婶说了。江玲啊，那院子你真舍得卖啊？舍不得，但不卖也没办法了，我也不能哄您二老玩不是。不后悔就好，不过你比以前开朗多了。死过一次就看开了，以前总觉得亲爸和后妈能看见我的好，现在知道了，亲妈没了，指望别人心疼你没用。我妈和我外公给我留这房子，不就是让我有个依靠吗？既然要走，就把依靠换成钱带走。你想的没错，去了东北好好过日子。既然市场价700块钱，那我给你800，那100块钱是我看在你外公的份上给你的。60年灾害的时候，你外公给了我家2斤玉米面，让我们一家子撑过来了，我们不能忘恩负义。谢谢曹叔叔。可手续刚办完，安志红也带着刘爱玲等人匆匆赶了过来。江玲趁人不注意，直接将钱丢进了空间。江玲，你把房子卖了。安志红两口子看见曹厂长手里的房本，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你干什么卖房子？经过我同意的吗？就是你这孩子，跟家里闹矛盾也不能偷偷把房子卖了呀。曹厂长，您这不是欺负孩子小不懂事吗？房子我就卖了，怎么地？他凶神恶煞的这么一吼，刘爱玲直接吓得躲到安志红身后去了。你给我把房子要回来。房子写的我的名字，我都18了，怎么不能卖？房管所都办了手续，您在这儿瞎叨叨也没用了。想要回去门都没有，我们可是付了钱，走了正规手续的，想要回去也得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
要不是你这当爹的不做人，孩子能卖房子，亲闺女有病，你逼他把未婚夫让出去不说，还得替别人下乡。他卖了房子，手里好歹有钱活命，你这当爹的拦着不让，谁知道是不是为了后头养的？安志红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刘爱玲拽了拽他袖子，房子已经卖了，曹家肯定不会还回来，咱们赶紧问江林要钱要紧。听到这话，安志红瞬间冷静了下来，周围大多都是熟人，传到厂里去对他的形象不好。再说曹家儿子也多，他不敢得罪。卖了就卖了，你们走吧。于是，一行人都出去了。江林和2位长辈告了别，回到家就把麻绳往门框上一挂。你又要干什么？卖房子的钱是我下乡活命的，你们敢抢我就吊死在这儿。今天死不成，明天就去你们厂门口自挂东南枝。安主任，你这样可不好，好歹是亲闺女，别太过分了啊。就是啊，孩子可怜，打小没吗？瞅瞅让你们逼成什么样了。你下来，谁说要你钱了？那我再信你们一回。江林回屋缓了口气，进空间美美的吃了一顿饭，然后坐在床上盘算着钟明辉和安南的事。原主的外公对钟家有恩，这才定了娃娃亲。可钟家嫌弃原主身体不好，正好安南贴上来，两家人一合计就想把两人换了。反正都是安志红的闺女，安南虽然不是江母所生，但好歹身体健康。那天原主撞破两人抱在一起啃，也是他们有意为之，就盼着原身知难而退，最好自己退婚，这样钟家既不落画饼，钟明辉也能顺理成章跟安南在一起。既然安南这么想嫁钟明辉，那我做个好人，成全他们。第二天晚些时候，江林从安南枕头底下搜出几封情书，里头写的肉麻露骨。他搓了搓胳膊，揣进兜里出了门。小江又来接钟主任啊？是啊，他现在下班了吗？还没有呢。大叔，实不相瞒，我有个惊喜想送给他，你能跟我一起过去找他吗？也不让人白跑一趟，江林从兜里掏出一把大白兔奶糖塞他手里了。大叔，回去给你小儿子吃。客气啥，咱们也不是外人。走，大叔带你过去。两人穿过厂房，却在路上碰到了后勤的曹副主任。江林更高兴了，毕竟曹副主任跟钟明辉可不对付。于是江林又把理由说了一遍，好听的话也不要钱似的往外蹦。曹副主任也想从钟明辉对象这儿打听点敌情，便跟了上来。几人刚到常委办公室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说话声。不等江林说话，曹主任直接一脚将门给劈开了。屋内窗帘拉着，两个年轻的男女抱在一起啃得难分难舍。安南的衣服扣子都被解开了。哎呦喂，这可不是我想看的，吓死老头子我了。你们，明辉怎么办啊？明辉这年月作风不正，乱搞，本就是让人不齿的事。不要脸，不要脸，非常不要脸！快来看啊，有人！曹副主任一嗓子下去，将厂里剩下还没走的人全都吆喝了过来。安南同志，你这是干什么？你就算脱光了衣服，我对你也没意思的。我的未婚妻可是你的妹妹。玲玲，你听我解释。钟主任，刚才你守在人家衣服里干啥？我们可看得清清楚楚，这会儿装什么无辜？曹副主任，我与江玲青梅竹马，我和她已经有婚约在身。刚刚我只是在好好工作，谁知道安南突然跑过来，脱了衣服就往我身上扑。我刚刚只是在阻止他。臭不要脸！那你伸进去我衣服里的手也是我拉进去的吗？办公室的窗帘是我拉的吗？门是我关的吗？安南像是没看到钟明辉给他使的眼色，他现在只想把这段关系牢牢绑住。江玲，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没办法。感情的事我也没法控制啊！我喜欢他，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说不定我的肚子里已经有了钟家的孩子了。你忍心看着我们母子没有着落吗？你是那么善良的人，一定不会看着我受苦的，对不对？安南，你胡说八道什么？小江，我跟你讲，这样的男人就像烂黄瓜，可不能信。刚才钟明辉的手可是在你这姐姐的衣服里头的，在里头干嘛？我们可是一清二楚的，你可别被骗了。咱们看到的就这一次，以前指不定有过多少次。主任，你说的对，我知道你们俩约会好几次了，上一次你们不就啃过了吗？我还以为给你们一次机会，你们能改过自新。哪里有人？你如果不娶我，我就举报你耍流氓。安南当然知道他这么说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但他必须这么做，因为他是重生回来的。他清清楚楚的知道，未来钟明辉会下海经商，最后一步步的发展成华国有名的企业家。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还威胁我，用来破坏我跟江玲的感情，实在无耻！闻讯赶来的委员会王主任也惊呆了。王主任，我要告他欺负我。好家伙，有时候只要点一把火，柴火就能自己烧了，真是狗咬狗啊！曹副主任已经飞快地将来龙去脉跟王主任说了一遍。都给我带走！等人散得差不多了，江玲趁人不注意，飞速地将之前拿的情书塞到钟明辉的一堆文件里，随后又去火车站买了去往东北的火车票。刚到家属院门口，就碰到了刘爱玲、安志红和他的便宜弟弟安红兵。你还有脸回来？安南是你姐姐，你怎么能那么对她？爸，您这话有意思，又不是我让他搁人办公室里跟钟明辉啃的，是我强迫他去的吗？是我。江玲，你闭嘴！你们再不去看看，晚了说不定就被拉去邮。
你回头再找你算账。哼！因为这件事儿，大院里的人全都跑去看热闹了，而江林把门一关，撸起袖子就要准备干一件大事儿。渣爹后妈一出门，江林直接动用空间，将家里搬了个干干净净，看着耗子来了都要摇头的房间，他的心情总算好了一些。趁着夜色，江林绕到苏城委员会办公室门口，反手就将今天下午写好的举报信塞进了门外的举报箱里。一封是钟明辉爹妈的，另一封则是刘爱玲的。至于安志宏，他没写，万一以后考大学要政审，渣爹倒了他也得受牵连。他倒是想登报解除父女关系，但眼下时间也不够。接着他又拐去附近医院，找值班大夫开了平治心脏病的药，拿着单子快步往家赶。刚进院子，就听见一片哭天抢地，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邻居。老天爷啊，这是要逼死我啊！我的钱啊，我的票啊，全没了！爱玲啊，你可得想开点。刘阿姨，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啊？玲丫头，你可挺住，你家遭贼了，除了你爸和你后妈的破衣烂袜，啥都没剩。这怎么可能？就是你，江林，肯定是你搬空了家里。你胡说什么？不是你是谁？我知道你恨楠楠和钟明辉在一起，可那是钟明辉先主动的，你自己身子弱，人家看不上你，你就报复他们，报复他们就算了，你还要搬空家里，你说你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今天安南和钟明辉被人带走后，他们夫妻俩苦苦哀求，又塞了100块钱，才好歹将事情暂时压下。原本想回来拿点东西再去找钟家商量这事儿，结果回来一看就傻眼了，家空了。玲玲，爸知道你要下乡，可家里都这样了，你拿那么多钱走，不合适吧？钱？我的1800块钱呢？我塞被子底下的，那是我下乡保命的钱啊！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江林的演技直接拉满。我的钱没了，我的钱没了！话音刚落，他眼皮一翻，直挺挺的晕了过去。看着最后的希望落了空，刘爱玲也瞬间觉得呼吸困难，一时间场面乱作一团。王大娘，我的钱，那可是1800多块啊！我下乡全靠他保命的，哪个黑心干的偷了我的钱啊？呜！你说那1800块钱你都搁家里了，你没揣身上？说着，刘爱玲像疯了一样就要搜江林的色身。你说钱在被子底下，是不是揣你身上了？拿出来！刘阿姨，您这是干什么？家里都这样了，我要是有钱，能不拿出来吗？就是啊，爱玲，你别太过分了，这也是江玲的家，东西没了她也难受，那1000多块还是她的保命钱呢。你们知道什么？他这副模样和平时那副温和后妈的样子判若两人，邻居们顿时议论起来。爱玲，我们好心劝你，你怎么这么说话？对呀，该不会老王说的是真的？你那好后妈形象全是装的吧？刘爱玲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彻底慌了。我这里还有100多块，是今天知青办给我的补贴，拿出来。等人走了再说，今天这事儿蹊跷，我们还得去趟派出所，就不留个位了。等人都走光了，安志宏出门去找公安，而刘爱玲则留在家里盯着江林。房间里空荡荡的，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江林就靠着里屋的门框边蹲着，看着惨兮兮的刘爱玲，一双眼睛像是长在他身上一样。洪兵，帮妈摁着他。哼，这是要抢了，你试试啊！刘爱玲脸色一变，上前就要动手，然而手才挨着江林，他就扑腾了起来。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江玲，发生什么事了？需要我帮忙喊公安吗？还来吗？江林这死丫头死了一回之后，直接变了个人，现在整个人都不正常了，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大娘，没事了，他要抢我钱，谢谢你。刘爱玲，你在抢江玲下乡补贴，我就去举报你。刘爱玲气得发疯，你故意的？是啊，我故意的。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报应，这是你的报应。我打死你个大大的！然而江林哪是那么好欺负的？他脚一抬，安红兵直接躺地上了。滚！安红兵挨了打，刘爱玲想上前跟江林拼了，然而对上江林的目光时又瑟缩了。江林，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完狠话，娘俩抱头痛哭。这时安志宏冷着脸带着俩公安进来了。又怎么了？爸，江林这个小大大他踢我，把我踢倒了，肚子好疼。志宏，他就是在怪我，他恨我不要紧，但是洪兵是他的亲弟弟啊，他怎么下得去手？一听这话，安志宏火冒三丈，上去就要揍江林，然而江林一闪，他的手直接砸门框上了。哎呀，如果我不躲开就好了。跟着过来的公安同志都无语了。本来是来调查小偷的，结果转头一个没注意，这人就去打闺女去了。知道的这是亲闺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仇人呢。安同志，你这是在干嘛？他故意躲开，让我爸打门框上了。这个小大大刚才还拿脚踢我，还要欺负我吗？你不是公安吗？你快把这个坏心眼的小大大抓走吃花生米去。小朋友，那是你姐姐吧？你怎么能那么说你姐姐？她看着瘦瘦小小的，你妈身强体壮的，她也能打得了。还有小朋友可得讲文明，怎么能张口闭口的脏话？而另一个公安已经将屋里转了一圈，
除了床单、枕头，还有内裤、袜子，其他东西搬得非常干净，一点证据也没有。这事儿不好办，我们得仔细走访一下。安同志，丢了东西固然可怜，但也不该拿孩子出气。我们都怀疑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家的了，不然怎么能这么对待？说着，俩公安也不掺和人家家里的事儿了，出门找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去了。安志红几人也都着急上火这事儿，直接跟了上去。公安很负责，附近的地方几乎都跑遍了，又走访了其他的楼栋，可惜都没找到有用的线索。你们说，会不会是我继女做的？就你继女那样子，她能搬得动什么？刘爱玲哑口无言，可她怎么想都觉得跟江玲有关系，可又找不出证据，因为那么多东西真的不是江玲一个人能够搬动的。调查到最后还是没有结果，案件就只能登记。安志红明白，这个哑巴亏他们家是吃定了。江玲，来我家住2天吧。大娘，我不麻烦您了，我买了明天一早的火车票，明天就要下乡走了。现在天气也不冷，我去火车站或者在家凑合一宿就行。明天就走，怎么那么着急？我知道家里没人待见我，与其在这里碍眼，不如早点离开，给人腾地方，省得惹人嫌弃。他这话一出，众人就都明白了。公安同志，小姑娘，有事？我能去派出所住一晚吗？我明天就要下乡了，我担心他们抢我钱。李公安犹豫了一下，想到刚才安志红夫妻的态度，跟身边的公安商量了一下。走吧，去派出所值班室凑合一宿。很快几人就到了附近的派出所。什么也别想，好好的睡一觉，没有过不去的坎儿。谢谢公安同志。在这简陋的值班室里，他又一次感受到了陌生人的温暖。将门一关，江玲思来想去，总觉得不甘心，于是又写了一封举报信，举报安志红拍刘强爹的马屁，拿自己亲闺女替人下乡。顶替下乡这事儿经不起调查，哪怕最后不了了之，也对刘家和安志红会产生影响，反正不可能当作无事发生。第二天，江玲起了个大早，和2个公安道了别，拎着之前打包的行李便上了火车。姐姐，我心脏不太好，我怕硬座车厢里待着空气不好，犯了病吓到别人，你能给我换一张卧铺票吗？我可以补差价。说着，江玲还把原主之前的病历拿出来给对方看了。好，你等着。过了一会儿，一位40来岁的女人跟列车员过来了。江玲。江玲眨眨眼，想了半天也没认出来对方是谁。阿姨您好，我心脏不好，想换张硬卧车票可以吗？我补差价。我知道，你这孩子这些年受罪了，也是我这些年工作忙没顾得上去看你，给他换一张硬卧车票，差价由我来补。你可能不记得我了，我是黄桂元，跟你妈是初中同学，勉强算是朋友吧。谢谢您黄阿姨，要不是您，我就得一直待在硬座车厢了。客气啥？走，我带你过去。因为你身体不好，我就给你安排在下铺，这节车厢离着后头值班室近，如果有事你就过去喊人，路上注意安全，贵重的东西不要放在这里。好，谢谢黄阿姨。整个小包间一共4张床位，除了江玲这张，另外3个床位都还空着。江玲将东西往铺位上一扔，掏出一包饼干就慢悠悠地吃了起来。另一边的安志红也收到了邮递员的信，他打开一看，脑袋嗡的一声，险些就晕了过去。怎么啦？谁干的？安志红猛地想起昨天去办理下乡手续的事儿，这不会是江玲干的吧？这可怎么办？安南和钟明辉这还没结婚呢，这下钟家能认账吗？志红，咱们得让安南跟钟明辉赶紧结婚。下来了知青下乡的凭条，结了婚也还是得下乡去。那就让钟明辉跟着一起下乡去。事到如今，咱们得先瞒下这事儿，让安南从钟家拿到户口本去报名下乡，这样他们结完婚就可以一起去了。艾令，让钟明辉下乡不靠谱，我们去找安南，让他咬死2人已经有关系了。钟家为了保钟明辉，肯定会同意结婚，到时候再把钟明辉工作调过去，总比一起当知青强。好，就这样，2人先去找安南串通好，随后直奔钟家。钟家此时正在商量钟明辉和安南的事。志红啊，你们坐下，正好商量一下2个孩子的事儿。钟主任，您说。是这样，现在2个孩子的事儿闹成这样，为了他们以后着想，我们想了想，决定让明辉去乡下的公社工作几年镀金，再回来。那么安南就跟着一起下乡。其实我们也是这么想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你们说说这件事。我们已经给安南办理好下乡了，地址离得不远，等个1年半载的影响小了，咱们再想法子把孩子弄回来。钟志国听完虽然感觉不爽，但他还是点头答应了。行，就这样吧。既然2人本来就有情，那就一起下乡吧，也好让明辉有人照顾，洗衣服做饭什么的，总不能让明辉去干。去一个地方好啊，这样楠楠就不用受苦了。2家人迅速地达成了协议。安志红坐在那儿没动。怎么？安志红开不了那口。刘爱玲就开始哭，将家里遭贼人搬空的事儿给说了，想找他们借点钱给安南置办下乡的东西。那承诺的买工作的钱也没了。见刘爱玲点头，林小娟的心都凉了半截，最后脸拉得老长。还是钟志国觉得尴尬，这个女孩在装睡，而旁边的男人却趁机想要偷她的东西。然而下一秒，他就直接将人踹飞了。江玲身体本来就不好，用力踹了这么一脚后，整个人更虚弱了。快，有小偷！
对面床铺的大哥很快就反应过来，可有人比他更快。男人一脚踹在小偷的胸口上，刚要将人拽起来，却发现小偷已经晕了。咦，怎么晕了？这小偷这么弱也敢出来偷东西？小偷偷你东西了？是啊，还好我发现的快，我就推了他一把，不然我这点行李可就没了。对方一个气息不稳的小姑娘，怎么也不可能把人踹得爬不起来，难道是其他人？听到动静的乘警很快赶了过来，都过去做个笔录吧。你就算了，病歪歪的别再吓着，老实休息吧。原本挣扎起来的江玲便坐着不动了，但因为视线的原因，她也看清楚了英雄的模样。难怪这么正气，原来是解放军同志呢。一身军绿色衣服穿在身上，显得人格外的挺拔。那腰是腰，腿是腿的，往那一站，霸气和压迫力十足。感受到身后的视线，男人扭头看了一眼江玲。别怕，小偷已经被抓住了。解放军同志，谢谢您，您真是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为人民服务，应该的。江玲刚喝了口灵泉水，顺了顺气，黄桂元又过来送温暖了。早知道我该给你安排值班室旁边的，没想到会遭遇小偷。黄阿姨已经很感激您了，我没事儿。你没事就好，就你这样子，那小偷竟然还说你把他踹伤了，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踢的，就我这个样子，我有本事把他踹成这样吗？你睡觉吧，没事，咱们也不是让他糊弄的人，一个小偷说的话谁信呢？再说了，那位解放军同志说了，人是他踢的，跟你没关系。就是，那小偷估计就是被我推猛了，还是多亏了解放军同志及时赶到制服了小偷，还有对面的大哥反应也非常快，你们都是好人，保护弱小应该的。黄桂元又交代了一番，这才去值班室处理后续的事情了。第二天一早，江玲就顺利到达了首都火车站。临别前，黄桂元托关系，顺手给江玲买好了下一站的卧铺票。苏城那边，安南也和钟明辉成功登记结婚了。可幻想中热热闹闹的婚礼并没有出现，钟明辉话都没跟安南说一句，转头就跟着钟志国夫妻俩回家去了。算了，好歹是嫁了，哪怕这一辈子因为我的改变出现了小偏差，那也没关系，反正最后钟明辉还是能当首富的，我能沾到光就行。安南带着不快跟着安志宏夫妻俩回了家。当推开门看到自家空荡荡的房间，他彻底绷不住了，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爸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爸妈的贴心小棉袄，咱们家以后就靠你了。江玲我是指望不上的。听到这话，安南的哭声戛然而止。该死的小偷，我攒的100多块钱零花钱都没了，还有我的新衣服和下乡的补贴。对了，爸，我的下乡补贴呢？下乡不是给100多块钱的补贴吗？下乡补贴？是啊，下乡补贴，我知道的，下乡的人都有。爸，你不会不想给我吧？那可是我的补贴啊，爸。我没见着啊。想到那个寄过来的下乡凭条，安志宏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江玲。此时江玲已经上了第2趟火车，刚进卧铺车厢，一双眼睛就挑剔地盯着江玲瞅个不停。抱歉啊，同志，刚才我临时做了画，我给你扯床单。好了，你坐吧。不就坐一会儿嘛，你至于吗？美兰，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出门在外的都是同志，何况本来就是我坐了对方的铺位。好，我错了，祖宗，求你别说了，我跟着你出来是下乡的，可不是来听你说教的。不是，行吧，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了。同志你好，我叫苏令仪，去东北下乡插队的。你叫什么名字呀？是去那边看亲戚吗？不是，我也是去东北下乡插队。那既然同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门在外的，咱们能帮就帮。这时期的人也太淳朴了吧，跟安家那一家子狼心狗肺的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谢谢令仪姐姐，你真是个好人。你也就哄哄苏令仪这样的傻蛋了，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没关系，我又不是钱，用不着所有人都喜欢我。吃吗？奶油味的。奶油味的，你知道什么是奶油吗？真好吃。竟然还有这么好吃的瓜子，一股奶油味啊！你哪儿买的？江玲直接张口就编。我有个舅舅在海城，他家里条件还不错，看我没妈可怜，就时不时的给我寄点东西。差点忘了，原主还真有个找不着了的舅舅呢。你舅舅可真好，我舅舅只想让我妈拿东西回去补贴他们家，也就我大伯他们会给我好吃的。想吃就说，一点都不痛快。你学苏姐姐，多爽快的人啊！就是，你别端着了，快尝尝，可好吃了。瓜子谁没吃过？但这么好吃的瓜子，高美兰却是头一回吃，一张嘴也停不下来了。3人聊了一会儿，江玲就靠着睡着了。他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人家本来也不讨人厌啊。你看看他那么瘦，还是苏城来的呢，在家指不定受了多少委屈，不然谁家舍得让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下乡受罪去？谁知道以后能不能分到一个大队？真要是一起住，咱们也能稍微照顾他。不对，人家怎么过跟我们什么关系啊？我才不想当这个好人呢！哼。
美兰，我就知道你没坏心眼，你的心最软了，这也是我乐意跟你一起的原因。等江玲醒来，外头天都黑了。你总算醒了，我们打算吃火车上的盒饭，你吃不吃？我给你带一盒。谢谢苏姐姐，如果有肉菜，我想吃肉，好久没吃肉了。行。两人出去没一会儿就带了盒饭回来。江玲发现除了她自己的，苏令仪和高美兰都吃的素菜。看什么看？你以为我们的日子过得有多好啊？给你们，这是盒饭的钱。不用不用，我请你吃就行，而且火车上吃饭不要粮票的。苏姐姐，你如果不要，那我以后可不好意思让你烧了。我身体不行，很多事不能干，还得麻烦你。你不要这饭钱，那我可不吃了。见他这么说，苏令仪犹豫了，高美兰直接就把钱拿了过来。给你就拿着，磨磨蹭蹭的，你忘了之前的教训了？还敢这么穷大方？我可告诉你，你把钱都给别人花了，可别指望我给你钱花。你别忘了，你妈身体还需要养着呢，养着不费钱啊。苏令仪听到这话，也不提请客的事情了。过了2天，东北的火车也到地方了，地点在罗春公社的，都往这边过来。你也是罗春公社？是呀。苏令仪、高美兰和火车上另外几个男青年显然都认识，来之前也都走了关系，弄到了一个公社。公社的工作人员很快清点好了人数，都跟着我走。旁边停了不少的牛车，江玲他们一行人跟了过去，一路颠簸了2个小时。到公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打过招呼了，要去我爸的老家榆树村，到时候你跟我们俩在一块儿，咱也好有个照应。哇，那能把我分过去吗？在路上我就跟公社的干部说了，他已经答应了。就你这样的，到哪个大队都得被嫌弃，公社里的人巴不得你跟着我们呢。嘿嘿嘿。很快公社知青办的主任就拿着名单出来了。李月红、孙树才、高美兰、苏令仪、江玲、赵伟、钱志明、李洪波。好了，一共8个人，你们被分到了榆树村，过去找你们村的干部吧。你们好，我们是来咱们村插队的知青，我叫苏令仪。知道了，知道了，你就是苏家大狗子的孙女儿，村里早就得到通知了，上车吧。一路上，钱玉书将村里的情况讲了讲。在他们这些人来之前，已经来过好几波的知青了，但这么多年过去，有知青组合结婚了，也有跟当地人结婚的，也有回城的。现在知青点不算他们，总共还有8个男知青和6个女知青。知青和本地居民一样，要下地干活挣工分，不挣工分就没饭吃。那政治工作呢？什么政治工作？就是批判那些有什么的。我们村里也有，不过他们就养牛养猪什么的，批判啥？你还打算去猪圈批判他们呀？他们到村里的时候，正好赶上傍晚下工，路上挤满了收工回家的村民。既然来了咱们榆树村，那就得守咱们榆树村的规矩，不管男知青还是女知青，谁都不许给我惹事儿。于会计，你先给他们1人支50斤粮食，让知青队长将人领走，安顿下来。好。咱们乡下和城里不一样，不发工资，都是干活挣工分。因为你们刚来没有工分，所以村里就先给你们1人发50斤粮食，等到赚了工分了，再从工分里扣，明白了吗？那如果不够呢？不够，我家还不够吃呢，谁能管？我们是下乡的知识青年，是为了建设农村而来的，结果你们连饭都不能让我们吃饱，让我们怎么做贡献？第一次看到这么天真的人，江玲直接被逗笑了。你笑什么？我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笑你太天真。华国那么大，城市与城市之间贫富程度不同，农村也一样，而且农村种地全靠人力，化肥又供应不上，产量也就上不来，秋收后还得交公粮，人口又那么多，不够吃不是很正常的吗？我开头就说了，谁给我惹事儿，我就送谁去农场劳改，这不是吓唬你们玩的。我不管你们在城里是怎么过的，是不是闲着没事就去举报这个举报那个，在大队里说说也就算了，敢私自跑去公社或者县里搞这一套，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很快于会计就将粮食拿了过来，1人分了20斤玉米面，30斤地瓜干。记得秋收分粮后要凭账。他们是你们的知青队长，你们跟着过去吧。江玲看着眼前的女知青队长，顿时有些面熟。你是江玲？女孩前脚才收拾了渣男和季姐，没想到转头下乡就遇到了渣男的血包亲姐。江玲愣了一下，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名字来，钟明芳。喊出这名字的瞬间，关于钟明芳的剧情飞快地在他脑海里窜了出来。当年钟志国夫妻为了响应上山下乡政策，劝服女儿下乡支援农村建设，钟明芳答应了他们的恳求，与未婚夫分道扬镳。下乡后没多久就成了模范代表，父母在他的光环下官路亨通，而他最后也和当地青年结了婚，一辈子留在了农村。等到后来男主钟明辉再次见到亲姐姐时，他还是风度翩翩、风华正茂，而姐姐却已经白了头，满脸沧桑。看着这个眼前被吸血的血包，江玲忍不住泛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她正捋着这些信息，钟明芳把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你居然到我们这边来插队了，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事，明辉受了多大的委屈？
江玲看着这位愤怒的大姐，心里那点同情顿时没了。这得吃了几斤脑才能问出这种话来？江玲，我以前还觉得你是个好孩子，没想到我看错你了。这位同志，你在说什么屁话？脑子……我在说什么？说你有多坏，说你私自给你季姐报名下乡，说你害得我家明辉去乡下吃苦受罪。你怎么那么狠心？你不想嫁到钟家，你直接说就是了。你做这么多恶心的事，就不怕遭雷劈吗？钟明芳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在场的人全震惊了。这位大姐，你这么说话有证据吗？就是，看你这样子，应该很久没回去了吧？你只听信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来说江玲的不是，你的依据是什么？于会计，这样是非不分的人也能当知青队长？我们不服气，要求换队长，不然他以后肯定背后使手段欺负人。没错，领袖都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调查了吗？我的父母都是了不起的无产阶级，他们不可能会骗我。哈，说的谁不是无产阶级似的？我妈还是为保护厂里公共财产牺牲的烈士呢。我的成分比你爹妈差，谁能保证现在成分清白的人是不是真的清白？如果你的弟弟和我季姐没有纠缠不清，会被抓包吗？你胡说！院子里顿时炸开了锅，他们没想到下乡第一天就听到这种惊天大瓜。我胡说？你大可以请假回苏城打听打听，到底是我在胡说，还是你的好父母在胡说？我满心欣喜去厂里接未婚夫下班，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开门看到他跟我季姐抱在一起，衣衫不整。当时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有人证。我这个受害人没得到赔偿，反而被人一封信捅到你这里来，受这种指责和委屈。我话没说完，江玲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过去了。江玲晕得突然，连他自己都没料到，空间里唯一的那桶灵泉已经让他喝没了，就差把碟舔一遍，按理说也没什么问题了，可谁能想到还是晕了过去。江玲，你怎么了？别吓唬我们！我告诉你，他要是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打人凶手。我觉得队长并不是故意的。他是不是故意的？你又知道了，江玲都晕倒了，你眼瞎了看不见。你想拍马屁就去拍，别欺负我们。江玲身体不好，出了事就是你们的责任。村边的几个妇人也正在吃瓜。老天爷，吵2句就能晕，这身体可太不行了，长得再漂亮也不能娶回家啊。可不是，回头的跟我家小子说说，千万离远点儿。你哥回来可得让他瞪大眼睛，离这样的人远一点。可是那个姐姐长得很好看啊，就是瘦了点，弱了点。漂亮有什么用？女人最不重要的就是脸了，身体健康才最重要。哦，妈，你不用担心，我哥不喜欢弱了吧唧的，他一定喜欢强壮有力气的。大队不理，江玲已经吃了药，悠悠转醒，众人总算松了口气。没事了就好，先领粮食去知青点吧。于会计，牛车我们用一下，把人拉回去再送回来。江玲，怎么样？我没事了，刚才就是太生气，一口气没上来憋过去了。江玲，我忘了你有病了。你才有病呢！江玲，刚才我大声说话是我不对，但你污蔑我弟弟不行，他不是那样的人，这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是，你弟弟是天底下最纯洁的白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被人抓包也是最纯洁的。行了吧？有些人啊，就是天生是大聪明，被爹妈 KTV 了10年，下乡10年都不带清醒的，解释再多也没用，何必较真？江玲，等你安顿好了，我们再好好谈一谈。江玲才懒得搭理他，心里已经开始犯愁了。知青都住在一起，那么多好东西，我要怎么往外拿？看来还是得想办法弄个单间。很快大家就到了知青点，听说来了8个新人，院子里的老知青都凑了过来。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要么选择跟我们这些老知青住在一起，屋里都有炕，炕也比较大，冬天比较暖和，也能住得下；要么就选择去住厢房，男的可以住西边的2间，女的可以住东边的2间，你们自己商量一下。不过也跟你们说明白，东西厢房里的炕还是10多年前盘的了，比较老旧，要是想住的话还得请人盘炕，费用自己出，咱们知青点没有钱给盘。村里不管？不管，别想着事事靠村里，我们是来帮助农村的，不是来添麻烦的，尽量自己解决。队长，我跟你一个屋可以吗？当然可以。要不我们3个住一间吧，我和美兰凑钱盘炕，你身体不好，我们也好有个照应。另一间我睡觉浅，人多了我容易被吵醒，到时候睡不好还影响上工，我还是自己住一间吧。下乡之前，我失散多年的舅舅给了我一点钱，盘炕够了。就你这身体，万一有个什么事怎么办？没事，咱们挨着住，盘的炕肯定得挨着一堵墙，有事我就敲墙。那好吧。在他们盘好炕之前，先挤挤腾出一间来住着。男知青那边也定好了，4个男知青住西厢房的一间。东西刚放下，钟明芳又站到了江玲面前。江玲，我觉得中间肯定有误会，你跟明辉的亲事是2家老人定下来的，明辉对你一直也很照顾。停，
周明芳，看在你是女队长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你再跟我避避一声，我现在就去要求大队长重新审查我的个人问题。你认为我说的是假话很简单，趁现在不到秋收，请假回去看看，私下调查一下你父母到底在哪儿工作，你家是不是住着大房子，你爸妈和你弟弟过着什么日子，还有去委员会问问，或者去纺织厂打听一下，是不是钟明辉跟安南在办公室里苟且被当场抓包。如果我说了一句错话，就让我不得好喜。可是出去，我跟你们钟家没有任何关系了。你现在回去，说不定还能喝上你弟弟的喜酒。再来打扰我，我就去大队长那里举报你。哼，快出去吧！就这么傻，还当队长呢？你们这是排挤同志，他可是我们知青队长。门外，钟明芳蹲在门口，呜咽地哭了起来。我觉得江玲说的没错，你想知道真相就回去调查一下。领袖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也信他？他没必要骗你，这种事经不起调查。他污蔑你父母和弟弟没什么好处。很快就到了饭点，第一顿晚餐是老知青们准备的，一筐掺了野菜的玉米面窝头，一盘炒空心菜，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拍黄瓜。看着这些食物，新来的知青都忍不住皱眉。能吃这些已经不错了。乡下条件不好，我跟大家说一下规矩，知青连只有一口锅，大家出粮食轮流做饭一起吃，出多少粮吃多少饭，菜是自留地里种的，油是凑钱凑票买的。你们如果愿意一起，明天早上交粮食排班，如果想单独做，只能等我们做完再用，但油盐酱醋不能用。话音一落，老知青们筷子飞快地朝鸡蛋夹去，新知青还没反应过来，鸡蛋已经没了，韭菜也没了。于庆端着盘子，拿窝头把盘底擦得干干净净。你们大城市来的，肯定不爱吃菜汤，我替你们吃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哼！你的窝头还吃不吃了？不吃我替你吃了。你们这是不公平！不公平！我们凑粮食请你们吃饭还不公平了？不吃拉倒！说完，他几口就把窝头吃了，何春兰都拦不住。没办法，大家平时见不到油水。饭后，江玲和高美兰刚回屋关门，就听于庆在外头扯着嗓子喊：哈，光让咱凑粮食请吃饭，人家可是首都来的，行李鼓鼓囊囊，就没一个拿东西出来分享的。这人啊，有的吃还嫌弃。算了，你少说两句。我说的不对了，就没见过这么抠门的。话音刚落，李月红直接拉开门冲了出去。你怎么说话呢？随后李月红对着于庆就是噼里啪啦一通输出，于庆跟看傻子似的看他。拿这些压谁呢？赶紧举报去！就说我们好心请吃饭，还请出丑来了。我还想举报你浪费粮食呢。李月红气炸了，见江玲他们也不出来帮他，气得直接就回屋了。你们三个是搞小团体，想孤立我是吗？我们明明是一起来的，他们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帮忙？我们别理神经病！你再敢唧唧歪歪试试！李月红顿时不吭声了。江玲也看明白了，李月红这样的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毛病一大堆，实际大本事也没有。第二天一早，老知青们都去上工去了。江玲一行人吃过早饭，便去找大队长问盘抗的事儿。几个人商量了一番，便将时间定在了下午。令姨姐，我来的时候带的东西少，我还得去趟供销社，你们要去吗？你怎么去？坐牛车去啊！今天公社那边有集，趁着咱们今天歇着不上工，可以把该买的都买了。你这是打算自己开火？是啊，我身子弱，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所以还是自己单独开火比较好一点。好，走吧。几人刚上车，旁边的大娘眼睛就粘在了苏令仪身上。小苏啊，你也不小了，有没有想过在咱们这儿安个家啊？你大爷爷一家也在这边儿，你在这边安家落户也没人敢欺负，多好啊！大娘可以给你介绍个好的。不了，我这几年不打算解决个人问题。你是不是看不上咱们农村的？不是的，大娘你说啥呢？只是我现在年纪还小，得过几年才打算考虑个人问题。谢谢你的好意了。这算啥？你行了，你可别把人吓跑了。到了地方后，江玲找人换了一些土布，又换了2只已经不下蛋了的老母鸡。令姨姐，我想去上个茅房，你们先去供销社吧，一会儿我过去找你们。好。趁着左右没人，江玲进了空间，从里面拿了一口小铁锅和一袋面粉出来，套上她从知青点带的袋子，出来后径直就往供销社走。你这是弄的啥呀？嘿嘿，是白面，我运气好，上个茅房都能碰见真正搞事儿的人，这不就买了一些回来。这铁锅因为有些小，人家才没卖出去。我一看，哎呦，这不正适合我一个人用吗？费了我9牛2虎之力给买回来了。在哪？还有吗？就那边屋后面，我这好不容易拦住买的，不过现在人早走了。啊，在这儿想吃细粮也太难了。你们点儿也不是不行，我买的挺多的，刚好可以分你们一些。哇，真的吗？谢谢你，江玲，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些背回去。10斤面江玲虽然也不觉得沉，但还有个铁锅呢，她身体恢复的还不好，主打的就是能不干活就不干活。来香皂了。随着一声吆喝，周围的人都扑了过去。你们去买吧，我东西都买齐了，我在这看着行李。听到这话，2人便朝着供销社那边冲过去了。
可两人刚走，一个秃头大叔就凑了过来。这个女孩只是在路边等朋友，不料下一秒却被陌生的秃头大叔搭讪。干什么？小姑娘，我这儿有好东西，你要不要？什么东西？他们厂的牙膏、香皂什么的，我都有。我二叔就是供销社的主任，到了货我都能先拿点儿，比里面的价格低。说实话，这些东西江玲都不缺。来下乡之前，她也买了一点，但是送上门来的不要白不要。那行，什么价？香皂5毛。5毛？你当我不知道物价呢？4毛。哎，你这小姑娘，行，如果你多买点儿，我就给你4毛。我那儿还有盆子呢，陶瓷盆子2块6，茶缸子8毛5。行，你拿来，我给你钱。那不行，在这大街上我找死呢，你跟我去后头胡冲。想跟我黑吃黑？没有的事儿，我张二强可是个正经人，可不干这事儿。哼，谅你也不敢。美兰，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有点事儿。江玲跟着张二强一前一后进了后面的胡同，里面还有一个男人守着一堆货物。东西拿出来吧。谁知下一秒，张二强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小姑娘，我知道你有钱，身上的话赶紧拿出来，要不然我们可不……话还没说完，只见两人砰的一声就飞了出去。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们刚想爬起来，江玲上去又是几个补刀。敢打劫姑奶奶我，你们胆子可不小啊！江玲将身后的东西收进空间，顺手又将两人衣服都给撕了。没过一会儿，巷子里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来人了，有人耍流氓了！我的天，居然有人在大街上耍流氓！走，看看去。他们到的时候，巷子里已经围了里3层外3层，里面的2个男人正光着屁股蛋扭来扭去。冤枉，我们是被一个小姑娘给害了。巡逻的大妈一看是老熟人了，直接上去一人一个大笔兜。下三滥的玩意儿，以前的时候抓不到你们现行，让你们嘚瑟那么久，现在你们就别想跑了。还有脸说是小姑娘打你们，你倒是说说哪个小姑娘打你们？就你们这样的瘪三，真打你们了，你们也是活该。哼，啧，身材可真差，一点看头都没有。江玲，你一个小姑娘可别看了，辣眼睛。好，我不看，我以后只看帅气的小伙子。下午几人回到知青点的时候，村里的工匠已经在测量盘抗的位置了。江玲手起刀落，直接把老母鸡给炖上了。此时周明芳走了进来。江玲，我打算回去一趟，票都已经买好了，我一定会向大家证明你是错误的。行啊，回去好好看看。不过你如果能从你家要来1000块钱，我肯定就信你了，不然就你一张嘴，谁信啊？2个小时后，老知青们都下工回来了。我这人心软，见大家都一个院住着，今天熬的鸡汤大家1人1份，但是肉就别想了，往后各吃各的，谁也别惦记谁。咱也不是不懂事的人，你的鸡汤咱们肯定都不白喝。江玲瞥见李月红脸上浮现出喜色，直接脱口而出：李月红同志和钟明芳同志为人那么大方，肯定不会和大家抢鸡汤的，大家能多喝2口。听到这话，李月红的脸都黑了。不就是一碗鸡汤吗？我才不稀罕呢！哼！吃饱喝足，众人看江玲的眼神都不一样了，都帮她收拾刚盘完炕的屋子。而钟明芳迫不及待拿了介绍信，当天晚上就出发了。第2天早上，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因为下雨的缘故，大家都不用上工了。雨停后，山上的蘑菇都长了出来。这个地方靠山吃山，大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纷纷拎着篮子上山采蘑菇去了。曹桂兰看着不远处的江玲，犹豫了一下，可看到旁边的苏令仪，她的心又火热起来。小黎啊，你去多和那个若姐姐旁边的知青聊聊天，在她面前多提提你哥，夸夸你哥。那天赶集回来的时候，他就跟老姐妹说了一下这事儿，只觉得苏令仪是不好意思害羞，等他见了他儿子指定满意，到时候找个苏家人给当媒人牵线见个面，他觉得基本也能成了。好的，妈。姐姐，我来帮你捡蘑菇吧。江玲抬头一看，对上小姑娘笑眯眯的模样，脸上还露出一个大大的梨窝。你为什么要帮我捡蘑菇啊？因为你长得漂亮，看起来身体不太好啊。江玲，你看人小姑娘都能看出来你身体不好。我知道哪里蘑菇多。你不跟你妈说，你不怕她揍你啊？不怕，我妈最好啦，她从来不舍得揍我。以前的时候只会揍我大哥，我大哥当兵之后就只揍我二哥了。所以你妈只打儿子？也不是，因为我妈说儿子不听话就得打，打我大哥打出个军官来，她就很高兴，和我二哥打死也就地里刨食的，我妈就更生气了，就更打了。江玲听到军官这2个字，脑子里不禁浮现出在火车上看到的那个男人。后头的曹桂兰黑着脸吼道：谢景黎，你给我滚过来！坏了，我妈生气了，我去找我妈了。你叫谢景黎？我叫谢景黎。他突然想起之前确实听人说的，曹桂兰是有个儿子在当兵，而且好像还是个军官。没一会儿的功夫，江玲的背篓里已经装满了蘑菇。谢景黎又凑了过来：知青姐姐，我叫江玲，你以后就喊我江玲姐姐吧。好的，
江玲姐姐，你摘了好多啊，你背得动吗？要不要我帮你？他下意识地往背篓里瞥了一眼，突然瞪大眼睛。呀，有条蛇！就在这时，一条翠绿色的蛇呲呲冒着信子窜上了江玲的脖子。野鸡脖子！江玲虽然汗毛竖起，精神紧绷，却也没有多惊慌。她飞快地伸手捏住蛇的脑袋，一个用力将蛇给拽了下来，啪的一下狠狠地摔在地上。看见此情此景的苏令仪和谢景离都吓傻了。此时众人围了过来。蛇在哪儿？谢景离呆呆地指了指地上。江玲，你没被咬着吧？没有，刚才我下意识的就将蛇拽下来了，又怕它咬我，于是我就跺了它好几脚。差点就被它咬了，这蛇看着有毒吧？苏令仪将它上上下下打量一遍，确定没有被咬才松了口气。这蛇既然叫野鸡脖子，那么就该是我爷爷说过的虎斑游蛇了。这种蛇轻易不会攻击人，但是也的确有剧毒。这东西能拿来用吗？你怎么净琢磨这些？摆弄这种东西多吓人啊！这蛇是少见的货，越是带毒的越金贵，送到县里统一回收的地方，能换几块钱补贴。当真？其实能换多少钱，江玲并不在意，她只是想找个理由去县城，毕竟城里好吃的多啊，顺便还能再去采购一点物资。你真打算去换啊？换啊，干啥不换？第二天一早，大家伙都得上工了。江玲理直气壮地请了假，大队长也听说了他弄死一条毒蛇的事儿，现在地里活没那么多，也就没反对。你自己路上小心点，去公社坐车过去。知道了，谢谢大队长。道完谢，江玲拎着袋子就出门了。这会儿路上没啥人，她从空间里掏出一辆自行车，很快就到了县城，一路打听到了采购点。采购科的人看着眼前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拎着一条蛇，直接吓了一跳。这蛇是从罗春山上得来的。是啊。还有吗？您当毒蛇是大白菜呢，也就是我命大反应过来，不然后山得多一条人命。我知道了，开个单子，给他拿9块钱。比预期的多了1块钱，江玲很高兴，拿着钱就美滋滋的往国营饭店去了。此时正是吃饭的点儿，国营饭店人还不少。江玲点了一盘红烧肉和辣椒炒肉，又来了2两米饭，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吃完饭又去买了点点心。等快到村子里的时候，他看到一间废弃的院子，瞅着四周没人，他走了进去，忙闪身进了空间。这么久过去了，灵泉的土地还是干裂状态，丝毫恢复的痕迹都没有。他正发愁呢，突然从隔壁房间传来女人的声音：治国哥，这地方真没人来。放心吧，我都踩点好几天了，这院子早没人要了，谁来啊？然后便是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作为未来穿过来的人，江玲对这声音不陌生。翠红，那个钱你带了没？女人听到这话直接愣了一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妈那病拖不得了，我妹还小，家里我实在是没法子了，我也不想张嘴求你。男人的声音愧疚又带着祈求，旁边的女同志也显然很吃这一套。治国哥，你别说了，我带了，这是我偷偷从我妈那里拿来的，你先拿着用，不过我再回头想办法。好家伙，这是偷自己家的钱养汉子。不行，我不能害你。欲拒还迎的姿态让江玲听得心里作呕，可翠红却心里欢喜。治国哥，我只求你快点去我家里提亲，这样我为你做的一切也都值得了。那我收着了。翠红，你放心，你对我的好我肯定都记在心里的。治国，有你这句话就够了。现在时候不早，一会儿大家都该下工回来了，让大家看见了不好。你先走，我一会儿再出去。等人走后，蔡志国脸上露出厌恶的神色。蠢货！江玲听得火大，不等他起身将这渣男暴打一顿，又进来一个女同志，20岁上下，长得还挺漂亮。进来后俩人对视一眼，抱住对方就啃了起来。玲，那个蠢货给我钱了，我看了，足足有30块，不少了。等我再哄哄他，让他多弄点，我们很快就能离开这里了。志国，你真好。江玲目瞪口呆，直接从空间里摸出一个头巾戴上，想也没想就追了出去。江玲刚出来，就看到刚才的大姐被一个女人拧着耳朵往另一个方向走去。这位大婶，这位大姐，你谁啊？怪模怪样的。这位大姐，我刚才看到你从那个破院子里出来的。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翠红下意识的就要否认，翠红娘却瞪大眼睛。你个死丫头，不会是跟人去私会了吧？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腿。后来大姐出来了，又进去了一个女同志，我听着俩人已经亲上了，你如果再晚一点，人家事儿都办完了。江玲话才说完，翠红忙朝那破院子跑过去了。翠红娘见女人冲了过去，愣了一下也追上去了。大娘，渣男欺负您的闺女，还骗您闺女的钱，真是瞎了眼了！您一定得好好收拾一下渣男，为民除害。拿着这个打人最疼了。还敢骗我闺女的钱，那不就是骗我家的钱吗？我去他！院门被推开，几个大娘就看见翠红愣愣地站在院子里，里面传来不可描述的声音。翠红娘率先反应过来，咬着牙就想冲进去，却被翠红一把抓住。你不会还护着这男人吧？我自己来。翠红，你听我说，我是被玲玲勾引的。
翠红，你疯了！我是疯了，仗着我喜欢你，还真当我是傻子了。翠红发疯似的拿着树枝抽蔡志国，抽的蔡志国嗷嗷直叫唤。翠红娘也是个彪悍的，一把抓住想跑的玲玲，拧愣在地上摩擦。哎呦，辣眼睛，就这么个火，俩大姑娘到底图个啥哟？说不定他们就想燃烧自己，省得这样的火柴棒祸害其他人呢。既然你不要脸，那就光腚吧，让大家都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蔡志国浑身上下被抽的没一块好肉，火辣辣的疼得厉害。泼妇，泼妇！娘的泼妇，老娘要去举报你作风不正。等翠红娘反应过来的时候，江玲已经拿着2两猪肉和一些生活物资进村了。你这坏丫头，怎么现在才回来？担心死我们了。本来早就回来了，结果路上看了一出热闹，这不就来晚了。我去，怎么这么馋？你这买了什么东西？东西用一个尼龙袋子装着，除了网兜里的能看到饭盒和油壶，袋子里的东西可看不见。都是好东西。江玲拿出一个饭盒递给高美兰，这是给你们的家琛，给我们的。你不过了，你快点说说这丫头才吃完老母鸡，又买这么一饭盒子红烧肉回来，说给我们加餐。她手里有2毛钱，都不知道姓什么了。江玲，这红烧肉我们不能要，你自己身体都不好呢，好好补补。可我还买了肉和肉包子，今晚不吃完，明天可能就坏了。听到这话，苏令仪和高美兰只好妥协了下来。晚饭刚吃完，曹桂兰又来了。大娘，您怎么过来了？这不是担心你们没菜吃，给你们送点菜。妈，我哥来电报了，说是再过一阵子就能回来了。院子里，江玲正在研究她那只没吃的老母鸡，听见这声音不禁一愣。第二天一早，江玲是被高美兰摇醒的，该起来去上工了。江玲一个机灵，我今天不太舒服，要不你帮我跟大队长请个假吧？你该不会真的打算这么混日子吧？如果我跟你说大队长给你安排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工作呢，你真的不想知道是什么活？啥？去了就知道了。现如今不到秋收，地里的活也有限，大早上干活，下半晌干活的也就少了。直到人都走光了，江玲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打猪草。打猪草好啊，应该不难吧？我跟你说，打猪草的一般都是小孩，你就跟着村里的小孩一块去就行了，反正背着个背篓，打多少都行。你这身子骨虚，也别逞强，能挣几个工分算几个工分，明白吗？江玲倒是信心满满，跟着一群小孩去大队院子领了背篓和镰刀，就看到谢锦离也站在那儿了。江玲姐姐，大队长说了，让我给你做师傅。上辈子末世之前，江玲是家里的独女，根本没有种田的机会。后来末世了，也有人为了多一口吃的，想尽办法种粮食种菜，但江玲手里有空间，不愁吃喝，所以压根就没开发出这等技能。这也是她的空间那块黑土地一直荒废的原因。江玲跟在谢锦离等一众小孩的身后，往后山的方向去了。小黎师傅，咱们要去后山上割猪草。江玲姐姐，咱们割猪草怎么可能上山？那多危险啊！万一碰见野猪什么的，那不得被野猪顶飞了啊！你的意思是山上有野猪？是可能，山里面是很危险的。以前咱们村里有个人自己独自上山，结果碰见了狼，被狼咬死了。所以我们只用在山脚下这里割猪草就行了。今天割这一块，明天割那边的，轮流割就足够了。可江玲却听得若有所思。一行人到了山脚下，谢锦离又尽职尽责地给江玲讲解了割哪种草喂猪，又告诉她该怎么使用镰刀。谁料江玲嘿嘿一笑，直接从兜里摸出几颗奶糖。谁帮我割猪草，我就分他奶糖吃。姐姐，我可以。我也可以。几个孩子争先恐后的报名，谢锦离目瞪口呆。可是没有可是，我这身子骨那么弱，万一不小心晕过去怎么办？到时候你们几个把我抬回去，还得送去公社看医生花钱，说不定我割猪草挣的工分还不够看病的呢。你肯定也不想看我晕过去的，对吧？谢锦离下意识的点头。对，那就行了。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割猪草，只要完成了就是好同志。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真乖，赶紧的干活，一会儿我给你们一人1块糖。江玲说完，几个孩子都忙不迭的去割草去了。江玲姐姐，谢锦离还是觉得这样有些不好，可瞅瞅江玲的脸色和身板，还有他妈说的话，又将到了嘴边上规劝的话给咽了回去，老老实实割草去了。一上午的功夫，背篓里就装得满满当当。登记完工分，江玲刚走没2步，钱玉书就追了上来。江玲同志，钱玉书同志，有事儿？听到对方喊自己的名字，钱玉书眼睛都亮了，颇有些不好意思。我当你不知道我名字呢，我也没啥事儿，就想问问你有啥需要帮忙。你身体不好，有需要帮忙的一定要说。不用，咱是来支援农村建设的，有困难也得克服困难。像今天的打猪草的活就非常适合我，我一定好好干。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虽然上辈子江玲活到28也是母胎单身，但是这小计分员那小眼神还是能分辨出来的。钱玉书站在那儿好半天没动弹，钱回来从外头回来就见他直挺挺的杵在那儿。你看什么呢？
看人。爸，你说我娶江玲怎么样？钱玉书的话刚落地，脑袋就被钱回来拍了一巴掌。娶江玲，你脑子坏掉了。玉书，爸知道你上过初中，心气比一般人高点，看不上一般的村里姑娘，但是你想娶知青，也得分娶谁。人家乐意不乐意？不说江玲那身子骨动不动就晕倒不是干活的那材料，就说人家长那漂亮能乐意嫁给你吗？你以为你爸是个大队长你就了不起了？可拉倒吧，人家大城市的姑娘多优秀的青年没见过，会稀罕你这样的。虽说这话说的不好听，却也说的是实话。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脱了裤子他都能知道要放什么屁，可不敢让他儿子跟这些知青搅和在一起。我警告你，你可别学村里那些个没脑子的，让人说两句就颠颠的找不着北了。别仗着你爸是大队长在村里给我胡来瞎胡闹，我打断你的腿。钱玉书却对他爸的话并不认同。哪个男人娶媳妇不想娶个漂亮的，有错吗？可瞅着他爸那张脸，钱玉书又怂了。看来还是得慢慢来。其实江玲也没说的那么差，早上还割了一筐猪草呢。只要人就有那劲头，多养养，身体也就好了。另一边，江玲已经愉快地回了知青点。你割完猪草了？那当然了，我可挣了1个公分呢。大家伙吃完午饭，下午又继续去地里拔草，而江玲则是躺在炕上呼呼大睡。远在苏城的钟明芳也顺着记忆回到原先住的大院，可人他却都不认识了。耶，你是钟家的大姑娘？大娘，是我，你认识我啊？怎么不认识？你不就是当年被立了典型的下乡知青吗？咱们可都知道你呢，牺牲你一个，幸福全家人。要不是你，你爸妈怎么可能爬得那么快哟？你弟弟又怎么可能当上纺织厂后勤部主任哟？你说什么？听到这话，钟明芳的脑子嗡的一声，脸色惨白。钟明芳走的时候才17岁，那时候她其实刚参加工作，也有个在学校认识的对象，打算一到年龄就要领证结婚的。但是因为父母的鼓励，她不惜跟对象分开，也要去东北。这期间，他父母从没跟他说过他们因为他一步步升官的事情，也从没说过钟明辉进纺织厂当后勤主任的事情。在他们的信里，有的从来都只是诉苦，诉说父母的不容易，诉说弟弟的辛苦，然后又说弟弟妹妹多孝顺，说他远在东北什么忙也帮不上。那时候钟明芳很愧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没能孝敬父母，保护弟弟妹妹。可现在他的内心又一次受到了冲击，看着他脸色苍白，大娘皱了皱眉头：明芳啊，你怎么这么多年没回来探亲啊？做女儿可不能这样啊！前阵子我碰见你妈，你妈话里话外的还说你不回来探亲呢。你说说你年纪也不小了，结婚了没？埋怨我不回来探亲，是我不想回来吗？周明芳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大娘，您知道我爸妈他们在哪儿工作吗？竟然有当女儿的不知道自己父母在什么地方工作的。你爸那可真是厉害，你一走就升成了科长，没2年进了宣传部，现在都是宣传部的副主任了吧？你妈也厉害，现在都是妇联的正主任了，还除了主席就属他官最大，威风着呢。见周明芳面色不好看，这大娘也意识到不对劲了。对了，看你这样，你肯定不知道你弟弟的事儿吧？我弟弟怎么了？你弟弟可厉害了，你弟弟在办公室里跟对象的季节，哎呦喂，听说衣服都……不过有个有本事的爹妈就是好啊，你爸妈在委员会都有关系，都这样了，你弟弟和那个女人都没被怎么着，虽然是发配去乡下了，但是也非常厉害了。周明芳听完大娘的话，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等回过神，已经到爸妈的单位了。喂，那边是谁啊？站在那里干什么？周明芳听着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泪流满面。周明芳坐在钟家如今住的大房子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10年前他们一家5口挤在2间屋里，虽然日子过得不好，可他觉得很幸福。现在父母终于因为他住上大房子了，他却又高兴不起来了。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回来之前都不知道打声招呼。明芳啊，你妈说的对，你以前是个挺懂事的孩子，这次怎么回来都不知道提前拍个电报回来，我们好去接你。你看这事儿弄的。周明芳听到这话，心都凉了。从他跟着他爸妈回来，他爸妈就一直在埋怨他，没一个人问他饿不饿，渴不渴。妈，我饿了。好，妈这就做饭去。有话吃了饭再说吧。林小娟炒了3道菜，有2道肉菜都摆在了钟明倩面前，周明芳面前就摆着1道炒白菜，寡淡的样子看着就没滋味。看你最近不好好吃饭，人都瘦了。我不想吃，最近吃太多肉了，有些胖了。女孩子胖了不好看。胖了不好看？我那么瘦，爸妈是看不见吗？他刚想去夹肉，结果盘子被林小娟端起来了，肉直接拨在钟明倩和钟志国碗里去了。你妹妹还小，正在长身体的时候，你别和她抢哈，等爸妈发了工资有了肉票了再给你买。不过明芳啊，周明芳忍着怒气抬头，眼眶都红了。有事儿吗，妈？没事儿，当初下乡的确是我们鼓励的，可决定是他自己做的，现在做这样子给谁看呢？果然不是自己养大的孩子，跟自己就是不亲啊。妈就问问你，你回来待几天？什么时候回去？
妈，您是在撵我走吗？娘啊，你看家里房间住不下，所以我在想着，要不让你先住我们的房间，我们打个地铺。里面那间我不能住吗？那间是明辉的房间，他不喜欢别人进他的房间，所以……钟明芳出乎预料的平静，她嘴唇抖了抖。妈，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她话音刚落，钟志国脸就冷了下来。爸妈，我下乡10年了，我10年了头一次回来，乡下日子太苦了，睁开眼就要去上工，秋收的时候累一天回来坐下就能睡着了，恨不得再也不起来了。我不想受苦了，我爸都是宣传部副主任了，我妈是主任呢，我还下乡吃那苦干什么？林小娟也听出来了，钟明芳是在怨恨他们欺骗了她。爸妈，你们不想我留下来吗？他的话问出口，钟志国气的就直接站起来要往卧室里走。哎呀，志国，你先听明芳说完嘛，他怎么可能会这么不懂事？他肯定是说着玩的。你说，爸，我说的就是实话，我不回去了。现在明辉又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妈说妹妹还小，你以前给我写信不说你和我妈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吗？我这做闺女都担心死了。那正好，我都回来了，你也是主任了，咱家应该有钱给我买个工作吧？那我就在家照顾爸妈了。您觉得我这安排是不是很妥当？说完也不等他们的回应，直接坐回去继续吃饭，肉香味在口腔内弥漫。他不禁想起江林炖的母鸡汤，他没捞着喝，但那香味像长了眼睛似的往他鼻子里钻，他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吃过肉了。在家里住了几天，钟明芳觉得自己的脸都没那么粗糙了。要知道他刚回来的时候那张脸粗糙的比他妈都看着显老，这都是抹钟明倩的雪花膏的功劳。当然他也没闲着，每天四处跑，还去家属院打听到了江林的事儿。在得知江林曾经问家里人要了1000块钱还有安家的倒霉事儿的时候，钟明芳眼睛都亮了。既然江林都能要到1000块钱，钟家日子过得那么好，那我也能要到更多吧。回去路上的时候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一看，却是个熟悉的人影，那是他曾经的对象。而今对方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干部模样，年纪看着都比他小了好几岁。想想自己的蠢事，钟明芳实在没脸跟对方打招呼，仓皇而逃。刚到客厅就听到卧室里传来钟志国和林小娟的讨论声，中间还提到了他的名字。他开门进去，屋里说话声戛然而止。你进门都不知道敲门吗？你们希望我回东北吗？明芳啊，爸妈这么些年其实都是为了考验你，你是我们头一个孩子，怎么可能不心疼你？只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我们的信件和包裹都会被人检查，有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大张旗鼓的说，希望你能谅解我们。那你们怎么补偿我？这件事让我回东北也不是不行。钟志国的话没说完，听到这话脸上表情微动。2000块钱，我明天就走。看着父母那一脸惊诧又愤怒的样子，钟明芳只觉得痛快。我看你是想屁吃。下乡10年，非但没让你学会如何的孝敬父母，如何的为祖国做贡献，反而学会了农村人撒泼打滚的行径，你就不配做我钟志国的女儿。明芳啊，别胡闹，快跟你爸道个歉，你爸也不想打你的。是吗？农村人怎么了？让你们这么说农村人？农村人起码没有像你们这样把闺女当一样，为了自己的前程哄骗我下乡。我为了这份荣誉，我跟对象分手，放弃工作。你们跟我说家里条件差，我信了。我省吃俭用，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把钱省下来补贴你们。可你们呢？你们怕胖不敢多吃肉，你们在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人了吧？我进门，没人问我口渴不渴，没人问我饿不饿，只知道埋怨我没提前说一声。怎么让我提前跟你们说一声，你们好找个破落的地方继续跟我演戏吗？我还真是不知道我如此的重要，让你们如此的对待。这2000块钱，你们如果不给，我立马将这些年的事情大声宣扬出去。我还会去你们单位举报你们，举报钟明辉，举报钟明倩，我让你们一家子都不得好洗。看着眼前神情癫狂的女儿，钟志国和林小娟直接惊得呆在原地。钟志国捂着胸口，您可别晕了，您如果晕了，就是坐实了好东西吃多了。我听说肉吃多了会得高血压、糖尿病呢。您如果晕了，我也会晕。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钟志国一家子吃香的喝辣的好吃的吃多了得了富贵病，替你们前程下乡的亲闺女却营养不良晕倒了。2000块。钟明芳拿到2000块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菜市场买了2只老母鸡，当做答谢江林的礼物。他回村时，正巧赶上村里人下午下工，看到他大包小包的回来，村里的人都惊呆了。明芳啊，你这是干啥？怎么弄这么多东西来？他不是回家探亲了吗？这是他爸妈给买的吧？我就说当爹妈的不能那么狠心，哪能像江林说的那样？你看看，这不就大包小包的给准备那么多东西了，正好可以好好补补，可别再补贴别人了。有些是我从家里带的，有些是从县里买的。那也不错了，说明不了什么，东西是我自己从家里装的，他们并没有主动给我什么。至于江林的话，他说的都是真的。钟明芳说出来虽然觉得有些丢脸，但更多的是轻松，他以后不要那么活了。
于是江灵在空间吃饱喝足以后出来，又得到了2只老母鸡。这是给我的。原书里一个大傻子就这么在我的推动下突然觉悟了。那为什么这傻大姐在原书中会是那样的结局？难道是剧情需要强行给人降智的结果？这是我感谢你的，你一定要收下。另外，也谢谢你做的榜样。什么？难道是要学习当咸鱼？就是，我打听到你在最初答应下乡的时候，从家里要了1000块钱，然后我学习了一下。不过像你说的，我家条件好，所以我就狮子大开口多要了一些。好的很，真棒！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我才要了1000块呢。因为又得了2只鸡，江灵迫不及待地把原来那只给杀了。晚上几人吃得正香，外面突然有人喊道：“后山下来野猪拱孩子了，快去救人！”山上的野猪拱了人，何春赶紧做安排。你们女同志力气小，就别跟着去添乱了。男同志都拿上镰刀，拿上棍子，跟我走。他话音刚落，江灵就一溜烟的跑得没影了。这死丫头，疯了她！野猪一蹄子能把她踩成相片。你们在家守好门户，把大门关上，我们过去看看，会把江灵安全带回来的。江灵到后山的时候，就碰到村民和之前几个打猪草的小孩。他扫了一圈，却唯独没看见谢锦离。小黎呢？那边，他往那边跑了。江灵转身就往东边跑去，刚跑出200来米，听见野猪的哼哼声，还有小姑娘压着嗓子低低的哭声。江灵从空间拿出弩，一箭射进了野猪的心脏，野猪轰然倒地，连哀嚎都没嚎出来。江灵姐姐，谢锦离吓坏了，飞快的过来扶住他。江灵姐姐，你有没有事儿？我没事。野猪死了？当然，死的不能再死了。是你打死的吗？不然呢？江灵姐姐，你真厉害！这时不远处的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都匆匆赶了过来。曹桂兰一把搂住谢锦离，上下摸了一遍。妈，是江灵姐姐救的我，她还打死了野猪。你睡迷糊了吧？就他那小身板，怎么可能？那个，我可没说你坏话。爷，这儿还躺着一头呢。是江灵姐姐打死的。几个汉子一听，顿时都笑出了声，根本没把他的话当真。回去的路上，江灵撞见了何春他们，被数落了一顿，直接带回了知青点。第二天，江灵进空间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之前干涸的灵泉竟然变得有些湿润。原来是这样。上辈子的时候，他用灵泉救了很多队友，却没想到灵泉竟然也是会枯竭的。这辈子灵泉虽然还是枯竭的，但是却又需要他救人做好事，才能恢复以往的流水潺潺。上午打完猪草，趁着时间还早，江灵便决定去一趟县城。他刚下车，就看到一辆军用吉普车飞快驶过。啧，这得是大干部吧？听说的团级以上的干部才能开上小汽车呢。咱们这儿有这样的大人物？那么没有，榆树大队谢家不就有一个？对，听说是个军官，挺厉害的，还没媳妇呢。你家闺女不是初中毕业了，可以去问问。谢家难道是谢景离的哥哥？江灵一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直接拿出之前在空间里准备好的安志红一家4口的衣服，扛着就往废品站去。他打算把这些东西当废品卖了，反正放在空间也占地方。你这衣服不会是偷的吧？大叔，你可别瞎说，我是家里遭了难了，只能卖些衣服换点钱了，这也是没办法了，不然我哪舍得卖我爸妈的衣服啊？好，你别哭了。哎呦喂，我就不该多此一问。来吧，我给你称重。先说好，这衣服论斤卖可卖不了多少钱，能卖点就行。那你咋不直接去一些家属院卖呢？就是去农村也行，别说是二手的衣服了，就是私人穿过的衣服也有人买。江灵当然也知道这个，但是这事儿操作起来就比较麻烦，而且还有被抓投机倒把的风险。偶尔来一次小的也就算了，那么多衣服那风险可就大了。再说了，他不缺吃不缺喝的，没那必要做那犯险的事儿。那可不成，我们一家虽然落魄了，但是思想觉悟必须得跟上，可不敢干这种投机倒把的事儿。大叔称完重，直接给他拿了4块5。大叔，您这儿有没有以前高中用过的资料啥的？我花钱买。课本啊，有的是，放那儿都找回了，你自己过去找去。江灵过去翻找了好半天，倒是找出几本有用的资料，但是想要的数理化丛书却没找到。咱县也就这么大，废品站公家的就我这儿一家，你想要啥？有的话我给你留着。江灵想了想，便把名字说了。大叔，这几本书多少钱？你拿走吧，也没多少钱。下次你来的时候过来问问，兴许我就给你留一道了。谢谢您。搞定完一切，江灵又去国营饭店搓了一顿好的。回到知青点的时候，却发现只有钟明芳一个人在屋里。他们人呢？你不知道吧？谢家那个军官回来了，大家都过去看热闹了。怎么有想法？我跟你讲，这个谢景林长得人高马大的，也很帅气，就是年纪大了点，不过年龄大点会疼人，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年龄大点赶紧留给你自己，我还小呢。你这是讽刺我年纪大了？我难道说的不是实话吗？是实话，不过我有看好的人了，不是谢景林。谁啊？到时候再说，现在不告诉你。
另一边，谢景林看着他妈在炕前转来转去，有些头晕。妈，你别转了，我头都要晕了。啥？头晕了？那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去？曹桂兰看着他包着的脑袋和胳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说说这，胳膊断了养养就好了，可怎么还伤着脑袋了？这要是以后落个头晕的毛病，可怎么当军官啊？这媳妇儿还没找呢，早知道让你留个后再走了。不是，妈，我就伤了脑袋和胳膊，又不是死了。您说这些是干啥啊？是让您转的头晕，您不转了我就好了。哎，在灾区的事没日没夜的干，最想做的事儿就是躺下睡一觉。没想到这回来了，反而还睡不着了。早知道就直接回部队了。你就知道气我，这次正好在家待的时间长，你必须听我的，相亲结婚，不然我死了都合不上眼。先别说了，妈，别气了，吃饭了。来人正是谢景林的二弟媳，谢家人口还算简单，兄妹4个，只有老二谢景和娶了媳妇苗秀兰，又生了2蛋，加起来总共8口人。因为今天得知谢景林要回来，曹桂兰狠下心，特地去割了2斤肉，都给他炖上了。咱家有着好日子，多亏你们大哥在外头拿命换来的，给他吃点好的，你们谁都不许攀比。对这话，家里其他人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曹桂兰说啥也不反驳，老老实实的坐在那儿等着曹桂兰分菜。吃完饭，谢景林拿出谢景黎之前写给他的信，正打算喊他进来问问，就见曹桂兰进来了。妈，您进来的时候以后得敲门。行，知道了。得亏我没结婚，要是结了婚，您再这样的哪成啊？那你就赶紧给我结婚。对了，我过来就是为了跟你说结婚的事儿。我跟你讲，村里这次来的知青里头有个姑娘特别漂亮，勤快能干，为人热情善良，我觉得跟你非常适合。知青，不知怎地，谢景林的眼前浮现出那个瘦了吧唧、一脸精神但却很漂亮的小姑娘。想啥呢？你是不是也挺想找个有文化的对象的？这话让你说的，谁不希望自己对象有文化？不过也得看缘分，缘分到了谁管文化不文化的？您儿子是个大老粗，也不是非得要求对象多厉害的，您说是不？那你的缘分就来了。不过知青点儿来了好几个女知青，漂亮的就俩。妈跟你讲，找媳妇儿得找勤快能干的。谢景林有些发愁，妹妹信里写的那丫头听着也不像能干的人啊。还得身子骨硬朗的，不然找个病歪歪的，以后生个孩子都不好生，说不定得搭上半条命。生孩子就那么重要？当然，不生孩子以后你老了咋办？我就跟你说，知青点儿长得挺漂亮又精神能干的，跟你挺般配，想办法娶回来当媳妇儿。另一个病歪歪的，走一步喘3口的，离着他远点儿，知道了吗？谢景林心里有些乱，胡乱点了点头。最出息的军官回家养伤了，接下来几天村里都挺热闹的，当然也有人趁机带着闺女上门，目的很明显，说对象。虽然谢景林年纪大了点，但是人家身份地位高啊，都是营长了，嫁过去就能随军享福过好日子的。不过这些都被曹桂兰给推了。他伤养好之前不考虑这事儿，谁家相亲带着伤啊，多不吉利啊。等把人都送走后，他却转头对谢景林说：石头啊，看见没？你现在就是香饽饽，趁着这个机会多往知青点那儿转悠转悠，找个机会跟人姑娘说说话，联络一下感情，知道了吗？直接找上门去，那多不好。你个石头爱，脑子还真变成石头了。尴尬怕什么？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娶媳妇最重要的不是有多大能耐，要厚脸皮。只要你脸皮够厚，你成功娶到媳妇的几率就大了。张家的3小子知道吧？屁本事没有，还不是娶了个漂亮又能干的媳妇儿？为啥？因为人张3小子那张嘴会说啊，巴巴的，可不就把媳妇给骗到手了？要厚脸皮？当然，听妈的准没错。是男人就得拿出你上战场的气势来，战场杀敌你都不怕，还能怕个小姑娘？真拿出上战场的气势来，别说娶媳妇了，这辈子都得打光棍了。等他妈走后，谢景林把小妹给叫了进来。大哥，你是不是想问我心里的那个江玲姐姐？我跟你讲，江玲姐姐人可好了，长得漂亮又有本事，她还从野猪手里救了我呢。可是没人相信我。还有，小姑娘噼里啪啦的，不等谢景林问，就把关于江玲的事情一股脑的全说了。大哥，你可别听妈的，苏姐姐虽然人也很好，但是不如江玲姐姐好。我跟你说，咱们村来过那么多知青，就属江玲姐姐最好最漂亮了。哥，明天星期6我不上课，你跟着我走，我带你见江玲姐姐。说完，谢景林压根不给谢景林说话的机会，扭头就跑出去了。不是，我啥时候说要去见江玲啊？周6一大早，江玲又背着背篓，愉快地往后山脚那儿去了。等到小分队割猪草的根据地，小分队的人没见着，却看到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站在那儿。你是火车上的那个解放军同志？男人此刻也是一脸震惊的模样。是啊，好巧，我叫谢景林。我知道，听你妹妹提起过你，叫我江玲就好。不过你怎么会在这儿？其实我是过来看风景的。
我总不能说是我妹妹让我过来的吧？风景，是啊，我这几天都待在家里，闷得慌，所以今天出来走走。他顿时觉得有些莫名的尴尬，从兜里掏出一大把奶糖递了过去。吃糖不？可江林却一脸怪异的看他。这些奶糖是小黎给你的。想到这些糖是自己给谢景黎的，而谢景黎的哥哥此刻又把糖拿给自己，江林突然觉得有些喜感。你笑什么？你确定小黎给你这些糖果的时候没跟你说什么话？什么话？谢景林意识到不对劲了，他仔细回想昨天下午的事儿，也没想起来，因为他只顾着听谢景黎夸他的江林姐姐了。大哥，谢景林回头就见谢景黎回来了。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这糖果是江玲姐姐奖励给我的吗？你咋还拿我分给你的糖果再去分享给她呢？这多没诚意啊！江林正觉得好笑呢，却突然察觉到空间里出现了新的变化，也顾不上跟他们瞎扯了。哎呀，我肚子突然好疼，估计上不了工了。小黎师傅，你帮我请个假吧，我先回去了。说完，江林转身就跑。江林同志，江林回到知青点，迫不及待地进入了空间，直奔着灵泉而去。果然，原本只是土地有些湿润的灵泉，此刻已经有水慢慢涌了出来。没想到灵泉这么快就恢复了，不过这是为啥呢？我今天就只是和谢景林见了个面而已，难道……江林突然生出一股荒谬的感觉，总不能是因为谢景林是军人，因为他的功德才感染了灵泉，让灵泉产生了变化。江林想不明白，便决定再找机会试一试。如果只是靠近就能有变化，他也许可以做一个厚脸皮的人，天天往谢家跑。不等江林想出更好的借口，院子里传来说话声，江林忙出了空间。我回来的时候碰见谢大叔了，他说炕柜和桌子做好了，今天给杀个亲戚，明天就能去拿了。好。第二天，江林就和高美兰去了谢家拿他们的炕柜和炕桌。你俩帮忙扛知青点去，他们自己扛呗。让你扛你就扛，怎么那么多话？要不我来扛吧？不用，我自己来就行。江林看着他还吊着的胳膊和脑袋，哪敢让他动手？这要让其他人看见，指不定得怎么说他呢。说着，江林飞快地将炕桌扛起来，再提着炕柜飞快地走人。这确定是江知青，不是苏知青？没事儿，不要紧，我去看看。说着，他也想扛炕桌，倒是能扛起来，但是炕柜有些沉，拎不动。我帮你吧。等曹桂兰反应过来，两人已经跑得没影了，而跑得飞快的谢景林一路追着到了知青点，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中，砰的一声摔地上了。一众人手忙脚乱地将他先抬进离着最近的江林的屋里。现在怎么办？我去找赤脚医生，你们在这里照顾他。何春到底年长，伸手摸了摸谢景林的额头。没事，估计脑袋没好，跑得太急才会晕倒的。大家都散了吧。要不搬你们那屋？何春一怔，这才意识到慌忙中将人抬江林屋里了。这会儿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挪动也不好，先等赤脚医生来看看再说，行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江林虽然郁闷，也不好说将人扔出去啊。慢着，这是不是也是我的机会？既然人都在这躺着了，我们就得照顾好人家，好歹人家也是解放军上过战场的英雄啊。没事，你们都去忙，我这人闲着没事就在门口守着。行，那就麻烦你了，时候也不早了，都准备一下去上工吧。离着秋收还有几天，村里已经开始为秋收做最后的准备了。为了1年的口粮，知青点的知青们也不愿在这时候掉链子不去挣工分。你就在外头守着就行了，一会儿队长会去通知他父母，免得让人看见对你不好。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离这远远的。村里没有赤脚医生，还得去隔壁村请。钟明芳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江林直接从空间拿了一杯灵泉水，直接扒开谢景林的嘴，将水灌了进去。江林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也感受着空间里灵泉的变动。等谢景林睁开眼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江林的错觉，他觉得灵泉似乎有了变化。你怎么样？好点了吗？江林同志。对，是我呀，你晕了，大家把你搬进来了。谢景林这才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张炕上。这是你住的屋子？没错，我的屋子。谢景林，我跟你说，碰上我你的命是真好。谢景林忙起身，预想中的头晕没了，就连伤口那儿的痒和疼似乎都轻了不少，而胳膊那儿骨头断裂的地方似乎也没那么难受了。谢谢。不用谢。石头，你怎么样了？石头。谢景林此时尴尬的能抠出3亩地来。妈，我没事了。没事也看看。曹桂兰瞄了一眼乐滋滋的江林，心里这个愁啊。这姑娘不会是看上我儿子了吧？虽然江林长得也挺好看的，听说还是高中毕业的，但身体不行啊。江林站在一旁，眼睛紧紧地盯着谢景林的脑袋上。赤脚医生将谢景林头上的纱布换了下来。这没多大的伤，之前谢景林被送回来的时候，我也来凑过热闹。这过去也就10来天，那么大的伤口就能长成这样。我现在觉得伤口有点痒。痒就对了，伤口已经结疤了。奇怪了，早上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疼呢。赤脚大夫顺势拿了紫药水给消消毒，又拿了新的纱布给包上了。虽然结疤了，但也危险，注意别崩开了。随后曹桂兰又和赤脚大夫问了一些注意事项，这才将人送走。好了，我们先回去休息，
在人之轻点也不像话。今天多谢。好说好说。到家后，曹桂兰干脆也不去上工了，直接将家里的老母鸡抓起来给宰了，收拾干净放砂锅里炖上。那个江玲和你怎么回事儿？什么？曹桂兰咬牙想说江玲对着谢景林笑得不正常，可又担心自己说的多了反而引起儿子的注意，急忙换了话题。没事儿。对了，让你多跟苏知清接触接触，你接触了没？哪个苏知清？哪个苏知清？知青点就一个苏知清，他家亲戚也是咱们村子的，家里条件也不错，人精神身体也好，跟你挺合适的，你怎么就不往心里去呢？可拉倒吧，人家家里爹妈都是干部，干啥找我这样大字不认识几个的人啊？可别瞎叨了。这话曹桂兰就不乐意了。我这么优秀的儿子还有人嫌弃，看来是我的傻儿子都没跟苏令仪接触过呢，看来得找机会相亲一下了。第二天江玲还没睡醒，就听到外面传来了说话声，是苏令仪的堂婶。原本该你大奶奶过来，但她年纪大了，不愿管小辈的事儿。这不我是觉得这亲事真好，人家有点名了说看上你了，所以我就过来走这一趟了。你听二婶的，这事儿好好考虑，等中午的时候过去家里跟对方相看一下。说完不等苏令仪说出拒绝的话，苏二婶自顾自地说：就这么定了，中午早点过去，不然我就喊你大爷爷来请你了。他让你跟谁相亲啊？谢景林。那个谢景林不是挺好的，有出息，是个军官，唯一诟病的就是没文化，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大问题，嫁给他就能去随军，也不用下地吃苦，多好啊。不是这么回事。那你还去相亲吗？肯定不去了，忙得要死还得休息，谁闲着没事去相亲呢？待知青们都出门了，江玲也收拾一下，背着小背篓上山了。不知怎地，他今天就格外的想吃麻辣兔丁，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得上了。这时候的山上没什么人，江玲这里瞅瞅，那里看看，碰见点谢景黎说的野菜也会挖出来，随手扔到背篓里。他正挖得起劲儿呢，就听到面前的灌木丛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下一秒，一头野猪从灌木丛后飞扑出来，江玲迅速往旁边一闪，直接用尽全身力气将匕首插进了野猪的身体里。不远处，听见动静飞奔而来的谢景林，就看到一头野猪正跟一个瘦瘦巴巴的小姑娘站在一起的画面。野猪发出刺耳的吼叫，挣扎了最后2下，连最后的哀鸣都没了，扑腾2下，接着就摔在地上了。抽搐几下之后，彻底没了动静。他愣在原地，紧跟着眼睛倏然亮了。这身手，这功夫，就是我面对这么一头野猪的时候，也不敢保证自己能这么快搞定啊！这姑娘，仔细看去，谢景林眼睛瞪得更大了。我的天，怎么是江林？想想他妹妹说过，江林之前就打野猪救过他，原本他还觉得怀疑，现在怀疑没了。看来我妈说的，遇见病歪歪的要躲远点，那肯定也不是说的江林了。谢景林的心脏扑通扑通快要跳出来了。江林看着野猪终于不动了，心里松了口气，这一下已经耗尽了他全身的力气。他正打算将野猪收进空间，就听见脚步声，一抬头就看见谢景林正满脸兴奋地朝他走过来。Vocal 刚才光顾着打野猪了，根本没想到这周围还有人，而且还是谢景林。听谢景林说打了野猪要上交，谢景林又是个军官，今天这野猪估计也不会让我独吞了。你都看到了？看见了。那好吧，见面分一半，这野猪咱们分了怎么样？分我一半，还有我的份儿，我什么都没干啊！江林见他装傻，忍不住撇嘴。我之前打的那头野猪上交村里了，这头我自己想留着，不想交了，但又被你看见了。我现在拿一半野猪肉堵住你的嘴，行不行？他话说得很快，谢景林又沉浸在震惊中，好半天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不，我不要，你不用堵我嘴，我还不至于跟你抢这个。多谢。不谢。谢景林犹豫了一下，需要我帮忙弄下山吗？你要不在这儿，我还用纠结这个，直接收空间完事儿，等有机会的时候再想法子卖出去。但现在只能弄下山了，那你帮我扛到山脚那儿吧，我藏起来，等天黑了我再来收拾。行。谢景林二话不说，上前就去扛野猪。那野猪怎么说也得小200多斤，他抬手就把野猪给扛起来了。江林刚挪了下脚，差点摔倒。他险些忘了，用了大力气之后人会感到非常虚弱。怎么了？我没事儿。你脸怎么这么苍白？是哪里不舒服吗？走，我先送你下山。说着不等江林拒绝，人已经被谢景林扛起来了。你放我下来。你别计较这个，荒山野岭的没人看见，我先把你送到山脚，我再回来扛野猪。很快到了山脚下，谢景林将他放下。你先在这休息一下，我去把野猪弄下来。谢景林说完，人又一阵风似的跑了。江林赶紧从空间掏出灵泉喝了一杯，浑身消失的力气慢慢的回来了，疲惫乏力也逐渐消失。没过一会儿，谢景林回来了，他们把野猪藏在旁边一个废弃的陷阱里，上头盖了一堆的野草。你晚点过来弄走。对，天黑后再来，省得别人看见。也行。多谢啊，你胳膊有没有事儿？应该没事了。都说伤筋动骨100天，昨天之后虽然就不觉得疼了，可也没想到直接好了。刚才他是情急没意识到石膏都在踢野猪的时候崩没了，他竟然也没察觉到。可我胳膊怎么好的呢？兴许之前的大夫给你判断错了，你的胳膊之前只是扭伤了，结果给你当骨折治疗了。会吗？
那当然，你当初在灾区是吧？大夫都很忙，说不定就判断错了。两人在山上闲聊的时候，苏家就有些尴尬了。苏二婶负责张罗的相亲这事儿，可谁知道到点了，苏令仪也没见人影，让苏燕去知青点找了一下，直接就没见着人。这还不算最尴尬的，更尴尬的是谢家的那个军官也没来。曹桂兰让他家老三去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人。恰好谢景离中午放学回来，跟着过来凑热闹。我就说了，我大哥跟苏知青不合适，说不定他们都不乐意呢。等回头咱们再做两边的工作，只能这样了。两人出门，却看见知青点的李月红来了。李知青来了，有事儿啊？是有点事儿。既然你家还有事儿，我们就先走了。说着，曹桂兰就拉着谢景离走人。李月红一看不由急了：哎，曹大娘，我是找你有事儿。找我？曹桂兰上下打量他一眼，突然意识到他的想法了。不好意思，家里还着急做饭，先回去了。李月红咬了咬唇，到底还要脸，没说出来。带人走了，苏二婶却眼前一亮。李知青还没对象吧？没有呢。苏强，你出来跟李知青聊聊，听听人家城里的事儿。到了这份上，李月红如果还不知道他的想法，那就白活了。我有事先走了。不等苏强从屋里出来，李月红跟鬼撵着似的跑了。呸！就这德行还想嫁军官，也不看看人家瞧不瞧得上你。在苏二婶眼里，李月红还没他家苏燕强呢。谢家连苏燕都看不上，怎么可能看得上李月红？还巴巴的跑他家里来了。山脚下，江林看着谢景林终于不见了，飞快的跑回藏野猪的地方，将野猪给收空间里了，然后背着背篓回了知青点。这会儿知青点的人都吃完饭了，在休息。趁着天气还不冷，江林将在山上抓到的野鸡尽快处理，又给炖上了。他进屋回到空间一看，天塌了，原本还在流水的灵泉又不流了，但仔细一看，显然中间流过一阵子。江林越发确定一件事，灵泉的出现跟谢景林有关系。我跟谢景林也没啥关系啊，现在谢景林的胳膊和脑袋也因为灵泉好的差不多了，估计等探家时间一到也就回部队了，到时候我的灵泉怎么恢复啊？哎，早知道昨天就给谢景林少喝点了，失算了。江林，你鸡炖差不多了。知道了。他打开锅盖，鸡汤的香味儿也扑鼻而来，因为放了干蘑菇，鸡汤多了一分鲜。这时李月红走了过来。江林，你这日子过得可真好。还成吧，主要是咱运气好。我看啊，咱们知青点有人比你运气更好。李月红似有若无地瞥了眼旁边的屋里。我劝你别说。可江林越是不让说，李月红越是想说。小苏，你看他出身好，家里条件也好，来这边还有亲戚，又被军官的妈看上了，这以后要是当了军官的媳妇，跟咱们可就不一样了，人家就能随军过好日子了。听到这话，苏令仪和高美兰直接就冲了出来。李月红，你嘴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上。你凭什么打我？凭你嘴巴不干净，败坏我名声。我只说一遍，我今天中午没有相亲，我也不会去相亲。我有对象，我为什么要去跟其他人相亲？军官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谁要是闲着没事非要把我跟什么军官扯在一起，我跟谁没完？这是苏令仪下乡以来头一次发这么大的脾气。高美兰脾气一直不太好，别人也不敢招惹，苏令仪的脾气就有点老好人的样子。可谁都没想到苏令仪发起火来这么厉害。李月红吓得呆呆地站在那儿不敢言语，高美兰却神色如常，显然见怪不怪。江林见状，直接从锅里掰了一个鸡腿递了过去。行了，吃条鸡腿消消气。苏令仪接过来狠狠地咬了一口，那眼神还恶狠狠地盯着李月红，不知道的还以为啃的李月红的腿呢。江林直接将碗端着回屋了。院子外的谢景林因为中午看到的画面过于震惊的心也慢慢的平静下来。江林不仅能迅速地收拾一头野猪，还能用一棍子将野猪头骨打碎，还能扛起炕桌和炕柜。这说明什么？说明江林力气应该是极大的。今天中午哪怕我不在现场，江林自己也能将野猪扛下山来。那我今天中午脑子一抽，将江林扛起来下山的事儿，可能在江林那儿就是一个笑话。想想中午他那傻样子，谢景林就恨不得给自己一耳光。人家江林还不知道心里怎么笑话我呢。谢景林眉头皱得紧紧的，正想转身回去，不想碰见一女知青出来。女知青咳嗽的挺厉害，感觉肺管子都要咳出来了。他不由想起曹桂兰女士的嘱咐，碰见病歪歪的走一步咳三声的一定要躲远点。现在看来，这个病歪歪的人并不是江林，那就是他妈把人搞错了。不过也不怪我妈交代，就是我自己也想找个身体好的，毕竟随军那边更靠北，条件也艰苦，像这样还没入冬就咳嗽成这样的人，去了那还了得？所以应该就是我妈把人搞错了，我妈把江林和苏知青名字搞错了。谢景林觉得他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为了不让人看见误会，转身忙不迭地跑了。而苏令仪对谢景林狗撵着似的跑走的行为撇了撇嘴，你真是白瞎吃这么多，怎么还是这么瘦啊？哪有一口气吃个大胖子的？你等着，到过年我进门都得你推我一把才能进来。苏令仪刚想反驳，却又咳嗽了起来。怎么咳得这么厉害？把你茶缸子拿来，给你倒点好喝的。我那儿有水，我这儿的水好喝。苏令仪拗不过他，拿了茶缸子过来，江林给倒了小半杯。喝掉，睡一觉，起来就好了。说的跟你的水是灵丹妙药似的。
我的水加了好东西，格外好喝，还能治感冒。瞎扯！苏令仪说着仰头将水喝了。怎么这么好喝？苏令仪喝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感觉身体真的舒服了许多，嗓子也没那么痒了，昏昏沉沉的脑袋都没那么难受了。你这水有魔力。第二天大家都去上工去了，江林打算再去县城的废品站一趟，而另一边的谢景林也在家收拾好，准备去县里。他今天不光要去县医院做个全方位的检查，还奉命去县里的百货商店进行采购。江林刚到废品站门口，大爷一眼就认出他来了。哟，你还真又来了，总不能有卖你家的东西吧？您还说对了，这也没办法，我爸病得厉害，大夫说还得做手术啥的，家里那次卖的钱也差不多了，只能变卖家里的东西了。您看看，能回收的您就给个价，不要的我再说。说着包袱打开，里头碗筷啥的都有，还有一个烧水壶、茶缸子之类的也有好几个。你这真不容易，吃饭的家伙事都要卖。没办法，碗筷家里就留了3套，剩下的都拿来了，您看着给个价。也就烧水壶啥的值点钱，其他的都不值钱，这些总共给你5块钱。行，那就5块钱，不过您让我再找几本书。你尽管去找。对了，你上回要的书我还真给找到几本，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说着，大爷从后头里掏出一摞皱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书递给江林。你看看是不是这些书？江林接过来一看，代数有4本，物理化学各3本，虽然不全，但也不错了。是这些，但是不全，我再写个单子，你要是见到了给我留着。说着，他掏出纸笔，将物理化学缺的那本和立体几何、平面几何等名字都写下来了。大爷多少钱？我给您钱。要啥钱啊？又不值钱，送你了。跟大爷告了别，江林就直奔国营饭店改善生活去了。大包子来上10个，红烧鱼来1份，另外荤菜肉末茄子来2份，吃1份带1份，大米饭也来上1斤。江林正吃得欢呢，一抬头对面就坐了个人。谢营长，真巧。你吃的了？你说呢？谢景林看着有些眼馋，也去要了1份。你这饭量很可以，跟我有一拼了。2人吃完饭就分道扬镳了。谢营长，有事儿？关于你母亲安排我们相亲的事，我希望跟你说清楚。原来你就是苏志清啊。是，我需要跟你说清楚，我有对象，只是他没在这边，我目前没有换对象的打算，希望谢营长跟你母亲说清楚，不要再安排我们相亲的事儿。行，不过你担心的有点多，就算他安排了，我也不会去的。说完直接走人了。苏令仪皱了皱眉，对这人实在难以有好印象。是个营长又怎么了？太糙了，也不太会说话。晚饭才吃完，谢景离就跑来了。来学习？不是，是我妈让我来的，她让我告诉你，村里有几户想找人来给你说亲，但我妈说那几家都不是什么好人家，让你别上当了。你妈让提醒的？那老太太对我印象可不怎么好呢，没想到还能让谢景离来特意提醒我。江玲姐姐，其实我妈心眼挺好的，只是她生了4个孩子，就属我大哥有点出息，这不我大哥都当营长了，就老想着给他找个有本事的媳妇啊。可我就喜欢江玲姐姐，我觉得我大哥肯定也会喜欢你这样的姑娘的。那我跟你结婚得了，我也挺喜欢你的。可我不是男孩，我如果是男孩，我一定娶你。将谢景离送走后，江林躲回自己的房间，偷偷摸摸数钱去了。从苏城来这边的时候，除了跟安志红夫妻要的1000块，外公留下的500块，卖外公房子800块，收家里的大衣柜里有刘爱玲藏的200多，他和安南的下乡补贴270。来这边之后就花了点领钱，剩下的大头都没动。还有今天得的钱，现在手头上的钱竟然有3000块了。都怪我日子过得太滋润了，竟然让人盯上我这块肥肉了。江林将钱全藏空间，然后看着涓涓细流的灵泉，又忍不住叹气。得亏今天跟谢景林相处的时间多，这灵泉从早上就一直流，不过也不知道能持续多久。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这谢景林是军人，早晚有走人的时候，到时候我得怎么办？第二天一觉起来，江林神清气爽，众人收拾完都纷纷下地了。江林正走着，迎面就看到谢景林提着一个行李盖往外走。谢营长，这是干什么去？提前归队。这才回来10多天，现在探亲假这么短吗？还是说回来养伤顺便探亲？现在谢景林的伤意外被我的灵泉治好了，所以人也要提前归队了。那祝谢营长一路顺风。江林说完便要往前面去了。江知青，谢营长还有事儿？是有点，我想跟你说说我妹妹小黎的事情。谢谢你教会小黎很多知识。这事儿哪用得着你谢？我跟小黎明明是等价交换，他们给我打猪草，我教他们认字儿，就算要谢那也不是你谢。你说的对，既然你有当老师的天赋，那能不能也教教我？这些年我虽然也学过一些字儿，但是还是很困难，行吗？你这要归队了，我怎么教啊？以后兴许会有机会，但在这之前，我能跟你写信吗？就当我练习写字了，你顺便给我指点指点，行吗？他满怀期待地看着江林，让江林有些不好意思拒绝了。我这人务实，我想知道，如果我能给你挑错误，指点你怎么写信，你能带给我什么？我们那边山比这边更多，
要不我给你寄干果之类的，怎么样？行啊，你早这么说，哪用得着我想这些理由？既然地址你也知道，那我就等你寄的干果了。你放心，我肯定好好指点你。说完，江陵忙不迭地跑路了。另一边，曹桂兰忍不住的唉声叹气。本来她想安排儿子跟苏令仪相亲的，可这亲还没相呢，一个电话直接让公社里来人下通知了，要提前归队了。早知道我就该在儿子打电话汇报身体情况的时候拦着点了。也不知道刚才石头跟江陵说了啥，瞅瞅那小姑娘笑成那模样。不过是我看错了吗？为什么江陵脸看着不发黄了，还白白嫩嫩的？曹桂兰活了这么大一把岁数，还是头一回见这样的。谁家姑娘不是在家的时候白白胖胖的，下乡插队后变瘦变黑？江陵这还都反过来了。不光曹桂兰发现了，其他人也发现了。之前几个暗搓搓打算找媒人的女人也在那儿讨论。这丫头指定有钱，瞅瞅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吧，就把自个儿养得这么好了。这才几天没见啊，这小脸白嫩的。不过越是这样，越是说明这样的姑娘当了儿媳妇也不是个干活的料。开始说话的李菊花哼了一声，你不就是想让我退缩你好去说亲吗？说的跟你家多好似的，比我家还穷，我家劳动力多，上我家来起码不用干那么多活。另一个也不甘示弱，哼了一声道：那又怎么样，还不是穷的叮当响。就你家那小子那丑样子，人家江知青才看不上。哎，你怎么说话呢？眼瞅着俩人要吵起来，曹桂兰嫌弃的往张大娘那儿凑了凑。这几个娘们真不是东西，确实不是玩意儿。就他们家的孩子，谁嫁给他们都是祸害孩子。我们要不要提醒一下那个江知青？我昨天让小黎去跟他说了，让他注意点儿，看着挺机灵的，应该不至于被骗了。而且如果他闺女说的是实话，江陵真的那么大力气的话，真找上江陵，倒霉的还不一定是谁呢。哎呀，不对，我替江陵操什么心啊？那又不是我闺女，也不是我未来儿媳妇的。你这么积极，不是，你不是看好苏知青了？听说苏知青昨天相亲也没去。可不，昨天相亲我和苏家的白忙活一场，我家石头没去，苏知青也没去，难道真的没缘分？不其然的，曹桂兰眼前突然闪过江陵笑眯眯的样子。曹桂兰猛地往前面看去，就见江陵正愁眉苦脸的听苏令仪说着什么，她的心情突然有些复杂了。原本她是很看好苏令仪的，可她听说苏令仪都当众说了有对象这事儿了，她总不好给人再拆散吧？不知道的时候把她儿子往上凑情有可原，人家有对象了还往上凑，那就有点不要脸了。她虽然想儿子娶个好媳妇，但也做不来下三滥的事儿。她真那么干了，跟那几个娘们儿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不远处，江陵瞪大眼睛看着大队长。大队长，我还是继续割猪草吧，万一干活的时候再晕了，还得浪费人力物力抬我去公社卫生所，耽误生产那可是大事儿，我可不能做这样的罪人。果然，这姑娘就不是干活的材料啊！江陵说完，钱慧来都惊呆了。江陵，你这思想不对，我们知青顺应祖国号召下乡做知识青年，怎么能怕苦怕累？其他人天天上工，就你天天跟些小孩子一起打猪草，你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正确的。我觉得你的思想觉悟有问题。江陵顺着声音看去，就见李月红站在那儿，腰杆挺得笔直，正义愤填膺地看着他，好像江陵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李月红同志，那我也严肃地批评你一下，你是想从我这占便宜不成？就拿思想来批评我吗？江陵说完，李月红直接涨红了脸。江陵，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时候想占你便宜了？你别胡说八道，我什么都不缺，我占你便宜干什么？你也别气急败坏，是谁看着我吃肉，眼珠子都红了？是谁看着我一个人住一屋也想跟着住进去，还不想拿钱？李月红同志，你敢说不是你吗？听到这话，李月红的脸色更难看了。至于干活，任何劳动只要是创造价值，那就有存在的意义。打猪草怎么了？没有我们打猪草，猪圈里的猪吃什么？猪不吃草怎么长肉？猪不长肉，大队里怎么跟公社交任务？村里人大家过年怎么吃猪肉？劳动不分贵贱，我这人身体弱，干不了重活，但咱也尽心尽力了，我就是好同志。那也不行，必须下地。瞬间，江陵的心凉了半截。早秋的天气，虽然早晚的秋高气爽，但是中午的时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今天是割春小麦，麦秆粗硬扎手。江陵来的时候就没打算干活，所以平时怎么穿就怎么来了，这会儿也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过去。我们老知青就割麦子，你们新来的先让民方带你们将麦子打捆，然后待会儿搬到车上去。别怕，秋收虽然累，但是累完了就能分粮食了。你们别忘了，你们还欠着大队的粮食呢，不努力挣工分，分不了粮食，来年可是要饿肚子的。话说完，那边大队长也让大家开始干了。一望无际的麦田里，麦穗金黄，沉甸甸的，这是一个丰收年，本该是一幅格外美丽的画面，可因为要动手干活，江陵觉得格外的难挨。不远处的李月红愤愤地看着，嘴巴再会说又怎么样？还不是得干活。瞅着曹桂兰几个大娘在不远处捆麦子，李月红起身过去了。曹大娘，你喊我？是啊，曹大娘，你说江陵这么做是不是不对？这事儿跟我有关系？没，我就跟你说说。
这位知青同志，这样背后说人坏话可不好，你们可都是知青呢。我知道，但是他思想觉悟太低了，整天就知道贪图享受。瞧你这话说的多高尚啊！谁家有好吃的不想享受啊？有好吃的不吃那是傻子吧？曹桂兰说完就想起来了，那天他安排石头跟苏令仪相亲那天，苏令仪没去，这丫头反而去了。感情不是去找苏家的小子，而是为了跟他套近乎，这是看上他家石头了啊。虽然他之前觉得江陵太病歪歪了，但人眼神清明，心眼也实在，可比眼前这个强了不少。这个李月红眼神躲闪，说话带刺儿的，一看就人品不行。哎呀，江陵晕倒了。不过幸亏苏令仪正好抬头看到，他急忙伸出手臂将江陵给抱住了。怎么了？怎么突然晕倒了？这才干了有几分钟啊，就算中暑也不能大清早的啊，大清早的多凉快啊。这身子骨还是不行啊，听说每天吃的可好了，脸看着不发黄了，怎么还这样啊？谁说不是呢？这孩子也是可怜。曹桂兰摇头叹气，到底想着江陵可能救过自家闺女，便拿着水壶过去了。你们都让让，别挡着气儿了，该喘不过气来了，给他喝点水。苏令仪看到曹桂兰的时候就觉得有些不自在，并没搭腔，反而拿了自己的水壶喂江陵。我没事了，我能行，我还能继续干活。其实吧，他就是起猛了，这才眼前一黑栽倒的，人也并没有真的晕倒。但是都到了这份上了，少不得让人觉得他这人体格还不行，所以干脆装晕了一下。听着他的话，众人就有些不忍心了。这时候钱慧来也过来了。怎么了这厮？晕倒了。大队长，您让他还是去割猪草吧，工分少点就少点，让他在这儿他也实在干不了什么活。就割猪草那点工分，他能养活自己。大不了我们俩匀一口吃的给他就是了，他瘦小，吃的也不多。说这话的时候，他眼前突然出现江陵干掉一大碗鸡汤面啃了一只鸡的画面，人又有些不确定了。那肯定是饿狠了吧，等没得吃了，江陵兴许也就不那么享受了。那就让他割猪草吧。你去割猪草吧，咱们说好，你以后别那么享受着吃了，不然我们俩分点吃也不够吃的。听着这话，江陵心里复杂极了。本就想偷个懒，奈何这俩姐姐也太实在了，竟然说出以后分我点吃的这话。苏姐姐、美兰，我能养活自己的，真的，你们别担心。说完，他也不在这儿待着了，准备去仓库拿背篓和镰刀去割猪草了。改天请你们吃肉啊！到了那儿的时候，他们割草小分队的小姑娘们都割完了。江陵姐姐，你终于来了！同志们，这是今天的交换。小姑娘们欢呼一声，又纷纷去割猪草了。猪草很快割完一背篓。这猪草得割到什么时候啊？等天冷了，没有猪草了就不割了。冬天把晒干的那些泡泡再用水煮开，混着麸皮喂猪就好了。也就是说，冬天没啥活了。对，冬天大家都猫冬，闲着。咱这儿太冷了，种不了冬小麦，地里只能荒着。不过大人也有挣工分的，大多做草绳之类的活。江陵对猫冬很心动，光明正大的不出门啊。想着猫冬，就想到柴。既然现在还没入冬，那他就提前囤柴火吧。等忙完秋收，我给你们再找个活干。好。吃完饭，江陵又跟着几个孩子去地里捡稻穗去了。江陵姐姐，你用这个，这都是我二哥编的，我二哥手可巧了。编的的确很好。那当然了，我妈说了，我二哥虽然不如我三哥鬼主意多，不如我大哥有本事，但是手巧，力气大，也是个好青年啦。我家的筐子啥的都是我二哥编的。那挺好的，你家手艺人也多。谢家老爹是木匠，儿子又会编筐子，等过几年改革开放了，这两类手艺人只要勤快肯干，可比在乡下种地强。远处有一个女同志坐在板凳上，手里拿了一个本子。她是在给我们记录称重的吗？那是于会计的闺女于小娟，身体也不怎么好，大队长就给安排给我们称重了。不过工分不高，干一天也就1公分，别人也看不上这活。江陵看了眼那小姑娘，脸上的确有些苍白。哎，真是个好工作。许是注意到她的视线，女同志抬头看了她一眼，又将头垂了下去，似乎不想搭理她。走吧，江陵姐姐，咱俩一块捡，你要是累了就休息，我们帮你捡。你们真是好孩子，等会儿给你们喝点好喝的。什么呀？几个小姑娘很好奇，跟着江陵干这么长时间，他们回家的时候，家里人都后知后觉地看出他们比以前胖了一点了。但是江陵交代过他们，给他们的奶糖和花生之类的，谁都不许带回家，都得当场吃掉。就上次谢锦离把一把糖带回去送给他大哥了，还被江陵批评了呢。不过他们都清楚，江陵是看出他们在家不受重视，还说他们有点营养不良，都是为了他们好呢。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先干活再说，不干活谁都没得吃。江陵信心满满，看见麦穗就弯腰捡起来扔篮子里。开始的时候觉得也还行，不怎么累，但是干了有5分钟就不行了。哎呦，腰也酸了，胳膊也疼了，头顶的太阳晒得也难受了。江陵姐姐，你累了吗？累了就歇一会儿。没事的，
我们给你一起剪。对，我们给你剪。江玲姐姐好白啊，会不会晒黑啊？那是因为我有好东西。来，一人喝点再干。打开水壶，自己喝了2口后就递给了谢景离。谢景离喝了一口，眼睛亮了。我喝过，超好喝的，这是麦乳精，真是识货。几个小姑娘轮流喝完，水壶里的麦乳精也下去了一半。来吧，干活。结果小姑娘们不肯让她干了，篮子被抢过去，几个小姑娘往自己篮子里扔几个，再往江玲篮子里扔几个，江玲彻底又没了用武之地。就在这时，于小娟过来了。你要旷工吗？不是交够麦穗就行了吗？对，但是那不就行了？我们自愿给江玲姐姐干活的。就是啊，到时候交上不就行了？小姑娘们一个个的说着，根本不给于小娟说话的机会。好吧，随便你们。都管闲事，就是自己还什么都不干呢，还好意思说江玲姐姐？你们不喜欢她？以她对谢景离的了解，这小姑娘的脾气是很好的，对谁都很温柔，即便是在牛棚那边的人，小姑娘态度都很好。没想到反而不喜欢自己村子里的人。不喜欢，她就是个告状精。对，她就喜欢告状，我们有时候就说话，她都要告状，明明她自己什么都不干。都说她身体不好，可我们感冒发烧的时候可没见她怎么着呢。江玲听得有些尴尬，这就跟说她似的。她回头看了眼那姑娘，脸色因为太阳晒得微微发红，可脸上的病气实在又不像装的。难道这也是个跟我一样不爱干活，故意装虚弱的人？不像啊。察觉到她的视线，小姑娘将头撇开了。这姑娘的脖子很白啊，跟脸上颜色差别好大啊。很快到了12点，听见敲锣的声音，小孩们都欢呼起来。江玲登记完刚想走，就看到于小娟在江玲后面写了一行字：这篮子里的麦穗不是我捡回来的吗？是。既然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写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这是实事求是。你怎么这么坏啊？天天就知道打小报告，不就是想告诉其他人江玲姐姐没干活吗？活该没人跟你玩。就是，我们才不跟你玩，告状精。我没有告状，我这是写的事实。算了，他爱写就写吧，人家的确写的事实。我们走。江玲刚吃完饭，就碰到2个女人进了知青院子。江知青啊，我们找你有点事。找我有啥事啊？他突然就想起来昨天谢景离来提醒他的事儿。难道是来给我说对象的？江知青啊，我是咱们村中央那边的翠花娘，交过来是问你点事儿。你说。大婶就想问问你，你有对象了吗？没呢，不过像我长得这么好看，思想觉悟高，又勤快能干的姑娘，那得非常优秀的青年才能让考虑了，可不是什么歪瓜裂枣就能配得上的。您说对不对？是，大娘都知道你优秀。说这话，翠花娘都不知道该怎么夸。村里谁不知道江玲来村里第1天就晕倒了，早上的时候还刚晕了一回呢，还大言不惭的跟大队长说不想上工是为了不给大队里添麻烦，就这么个好吃懒做的，还好意思说自己勤快能干呢。小江啊，我就直说了，我们过来呢是想给你介绍个好对象，人呢就是我的儿子二蛋，在我们村那可是村里的无赖瘪三小流氓，滚！就你家那瘪三样也好意思来我这提亲，你当我是收破烂的呢？江玲说话时气势都直接变了，眼睛落在人身上的时候让人心里凉飕飕的。二蛋娘被直接吼住了，好半天才回过味来。你这个哒哒哒！二蛋娘骂人的话刚说出口，就被江玲啪的一巴掌甩脸上去了，一个巴掌印慢慢的在脸上浮现出来。翠花娘都吓傻了，半天反应过来。哎呦，好好说话，别打人啊，咋还打人了？听到动静，知青点的人很快都出来了。江玲，谁打你了？没人打我，是这大婶儿嘴巴不干净，我帮她清醒清醒。你们来我们知青店干什么？别以为我们是知青就好欺负了。众人纷纷出言，像没看见二蛋娘脸上的巴掌一样，纷纷出言训斥。看看我的脸，都是这人打的。话一落，江玲的巴掌啪的又甩她脸上了。我打死你！二蛋娘还没碰见江玲，却被反应过来的知青们拉住了。哎，别打架，有话好好说。二蛋娘气得要发疯，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这么些年在榆树村还真没谁敢跟她这么叫板过，结果现在让个小丫头片子给骂了给打了，真是没天理了。眼见着没机会打江玲了，二蛋娘干脆往地上一坐，拍着大腿就哭了起来。没天理了，知青打人了，知青要打死我这个老婆子哟！到底怎么回事？肯定不是江玲的问题，她多老实的一个人啊。就是她走路上碰见蚂蚁都不舍得踩死，怎么可能主动打人？肯定是这大婶主动骂人的。高美兰有时候就这样，帮亲不帮理，完全忘记了江玲刚刚打的有多凶猛。两人一唱一和的，江玲差点都认为自己是个柔弱不能自理又善良的女主角了。你们大中午的干什么呢？大队长啊，没天理了！这外来的知青打我这个老婆子啊，我不活了！喏，给你，谁不洗谁王八！江玲直接掏出一把菜刀，递到了二蛋娘的手里。来，拿起来，
往脖子上一放，你立马就能洗了，以后都看不见你儿子如何打光棍一辈子了。怪不得会打起来，就江陵这张嘴，不打起来才怪。行了，赶紧起来，说说怎么回事儿。大中午的不回去吃饭，跑至清点来干什么？翠花娘往后缩了缩，生怕江陵那巴掌再落她身上。你说怎么回事儿？我正打算做饭，吃完饭好为广大农村做建设呢，这俩大婶就来了，非要给我介绍对象，介绍的就是他的儿子葛二蛋。大队长，您是咱们村思想觉悟最高的人了，您说葛二蛋是个好人吗？这不明摆着欺负我新来的不知道村里的情况吗？我那么单纯，万一被他们骗了，我后半辈子还有活路吗？家里后妈后爹不算，再被人稀里糊涂骗了，嫁给个二流子流氓当媳妇儿，那我这命也太苦了。而且他张口说话就骂人，我不糊他嘴，我都觉得对不起我自己，我委屈死了。也太欺负人了，什么人啊？大队长，这是村里社员欺负我们辛知青，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对，不能这么算了。葛二蛋什么人？那是咱们村的地痞流氓，他的母亲上知青点来说亲，是不是还想恐吓我们知青，欺负江陵年纪小不懂事儿？这事儿还得再调查调查。大队长，我觉得这事儿的确不能就这么算了。何春是知青点的队长，对葛二蛋是什么人再清楚不过了。早在2年前就有听说葛二蛋跟村里寡妇不清不楚，还欺负小姑娘的事儿，但因为没涉及他们知青，他也不好说什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竟然主动上门羞辱知青，那就不能这么算了。此时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端着饭碗过来看热闹了。江陵虽然懒了点，病歪歪了点，但也是个不错的女同志，人家就是不缺吃喝，才不愿干活。葛二蛋他妈就有些不识气了，就葛二蛋那人品，也好意思到人跟前说亲戚。二蛋娘，你也太不像话了！不说二蛋为人怎么样，就二蛋那年纪，人家小姑娘才18，这要搁以前结婚早的时候，二蛋都能给人小姑娘当爹了，你也好意思你？